得了癌症的她发现自己的老公和闺蜜有奸情，他们还在算计怎么让她早点去世。志源亲眼看穿了他们的计谋，他们却一点也不慌张，还嘲笑她说她这病猫能怎样，气得志源撕了那个绿茶婊。谁知道老公竟推她撞到茶几上，志源就这么被她老公害死了。但是老天有眼，她回到了10年前，她会怎样报复他们呢？她叫江志源，胃癌晚期，生命只剩不到6个月。每次做化疗时，总会想起那位倒霉医生，因为她父母早逝。结婚那天起，婆婆就在众人前羞辱她。结婚不到1年，婆婆嫌弃她没生孩子，责怪她断了家族的后。老公敏焕不但不帮忙，反而让妈妈随意发火。没多久，这妈宝男辞了工作，说要学人家炒股，其实是嫌工作太辛苦，而且挣不了大钱，家里的日常开销和贷款全都压在了志源身上。他从不跟他商量。这位宝男发完脾气就钻进了妈妈的怀里，日夜不停的工作，让志源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可每天晚上回家看到的却是满屋子的垃圾，老公还在沙发上打游戏，他还埋怨妻子回家晚。加班不是能力问题，是工作太多了，所以总是得留在公司加班。他居然抛出了那个只有1/3机会的毒药。志源越来越觉得身体不对劲，疼得他腰都直不起来了。检查结果出来是晚期胃癌，情况看起来真的很不好。婆婆知道了这消息，她居然开始同情那个还没断奶的小孩，埋怨志源是个倒霉心。敏焕在想，妈的话听着有道理，自己怎么就这么被娶了她呢？婆婆故意提高声音说，工作能战胜病魔，趁现在还能动，得赚更多的钱。她转过头儿媳对吧？志源其实在餐厅里一直在听，婆婆最后警告她，不能让公司知道病情，要工作到最后一刻。志源想到这里就忍不住颤抖。不过好在她有一个好闺蜜，在治疗期间，闺蜜郑秀敏经常来医院给志源精神上的支持。志源对秀敏很是感激，尽管婆家人从没来看过，但有闺蜜在她感到很温暖。这里有个小细节，志源注意到秀敏穿了双鲜艳的大红高跟鞋。化疗刚做完的那天，医院的人来通知志源，如果还想继续治疗，家属得亲自来下决定，是继续交住院费还是带她回家。可志源怎么也联系不上敏焕，电话那头怎么也没人应，气得给那个妈宝男发了条消息问个明白。自己辛辛苦苦养家1年到头，从来没细算过挣了多少钱，自己看病的费用总得自己出吧。消息像是扔进了海里，连个波纹都没掀起。那天下午，志源终于出了医院，坐上了出租车，决定要当面跟妈宝男好好说道。司机看志源病得不轻，就安慰说很快就会好的。志源哪管那许多，把自己的遭遇倾诉了一遍。司机听了之后说，人生的路得走到头才知道结果如何。话还没说完，突然一个急转弯，开上了另一条路，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眼前豁然开朗，是一片樱花盛开的林子。志源还没来得及欣赏，出租车已经到了家门口。志源一踏进家门，就看到一双和闺蜜一模一样的红色高跟鞋。走进客厅，就听见卧室里有人在说话，女生称赞男人真聪明，居然提前买了癌症险。男人说他爸死于癌症，看着自己慢慢消瘦，就觉得该买保险了。没错，说话的正是她丈夫敏焕和闺蜜秀敏。他们打算等志源一走，就用保险金买个大公寓。秀敏有点等不及了，在想是不是该直接对志源下手。志源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瞥了一眼周围，看到爸爸的照片被弄脏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边骂那2个人扎边，大声说要去揭发他们的保险诈骗。但那男人一点也不害怕，甚至还抱着秀敏挑衅似的站在他面前，抬起手来想要打志源。在他眼里，妻子已经一文不值。秀敏蹲在志源面前提醒他，反正快死了，为何总是自私自利？志源一听，气得和她闺蜜厮打起来。渣男看了推了志源一把，志源就这样被丈夫害死。不过老天有眼，她带着重生的金手指回来了。志源刚回过神，就看到那个渣男老公又出现了，他伸手就想抱住志源。志源一怒之下抓起东西就往渣男身上扔，然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这个害死自己的渣男，正当渣男要爆发时，他们被刘志赫部长拉开了。志源看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公司里一个失足差点跌倒的猎犬，幸亏被志赫扶住。这时志源注意到了他的手上那些烫伤和针孔都不见了，他意识到了不妥，急忙跑到镜子前，那个被病痛折磨的模样消失了。志源不敢相信地摸着自己的脸，被吓得往后连退了几步。志赫又一次救了他。与此同时，闺蜜秀敏从人群中冲出，直视那2个害死她的人渣，一副人模狗样的站在那儿。志源心里直打鼓，他眼睛一睁，拼尽全力往外冲，被同一个人连救3次。我怎么也不信这是偶然。志源情绪稍稳，找了地方坐下，趁着这个机会四处打量了一下，惊奇地发现四周的广告牌全都标的是2013年志赫捡回了志源掉的那只鞋。没多久，志赫把志源带回家门口，还给了他一些现金。一进家门，志源赶紧开了冰箱，一个个查看生产日期，结果毫无例外都停留在2013年。那整个晚上
他在整理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有一点是肯定的，183.23年前的事肯定不是梦，也搞清楚了志和是谁。脑海里一点点回想，原来他是 UK 集团董事长的大孙子，不久的将来要继承家业。志远满脑子疑问，难道是魂穿了？突然想起志和给的那些钱，把现金藏在了托盘底下，注意到一张钞票上有爱心画，记得是出租车司机给的。一想到这，泪水止不住的流。原来志源爸总爱在钱上涂鸦，他认为那是爱的象征，意味着为女儿可以做任何事。也就是说，这次穿越并非偶然，而是父亲安排的。女儿得到了重生的机会，志远忍不住哭了起来，眼泪就像珠子断线一样，止不住的流下来。忽然门禁铃响了，紧接着门就被人打开了。没错，来的正是那个渣男。两人转头去了大排档，渣男直接问志源什么时候怀的孕。志源这时才想起最近总是吃不下，原以为是怀孕了，其实是因为压力大患上了胃炎。志源还没来得及回答，渣男就说志源年纪也不轻了，如果现在放弃工作去生孩子，估计就再也回不了职场，只能在家做个家庭主妇。所以渣男希望他去打掉孩子，手术费各出一半，说的好听点，早点打掉对身体影响小。何况他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如果志源没死过一回，可能还会被他蒙在鼓里。志源也明确说了自己没怀孕。渣男一听先是很开心，但随后马上脸色就变了，他拦住志源不让走。原本以为志源怀孕了，所以今天一直在忍着，现在知道了，立马露出了真面目，开始逼问志源为什么要分手。志源知道这个男人就是疯子，所以他开始大声呼救。不一会儿，两人就被带到了警局。警察只是敷衍了事，因为觉得情侣吵架不想管，加上渣男表现得特别温柔，结果志源倒成了无理取闹的那个。最后还是志源坚持不懈，警察才同意把他送回家。一到家，志源就急着想要离开，检查核卡里头只剩下71万韩币。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一直因为害怕失去对方，什么都听那个渣男的，钱财全都转给了对方，连信用卡都被渣男刷了。要是就这么点钱逃跑的话，怕是1个月都撑不下来。正在这时，渣男发来了一条信息，说等他炒股赚了大钱，就可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志源突然想起，渣男唯一做对的事就是买下了那只股票，于是他打算用这个方法渡过难关。但即便如此，不幸还是会以其他形式出现。但他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原来他穿越之后做了一次全面体检，结果显示他只是有点轻微的胃炎，并没有恶化成癌症，心里美滋滋的。他学了不少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知识，恰好被志和撞见。为了感谢昨天的帮助，志源请他吃了顿饭。剧情里的爱情部分就先不提了，反正志和是真心喜欢志源的。突然间，志源注意到志和手上的疤痕和自己穿越前的一模一样，他心里不免生出一些疑问，但并没有深思。饭后他就和志和告别回家了。那晚志源一边写企划案，一边默默下了决心，决定以后要做属于自己的事。第二天我还得上班，志源就是避开那渣男，宁愿爬那么多楼梯，一到工位就坐下。他开始抱怨那只股票，突然有人吓了志源一大跳，竟然是绿茶班的闺蜜。他还厚颜无耻地问为啥志源不搭理他。志源沉思后编了个故事，讲述一个女人得癌症快死了，她发现老公和闺蜜在一起，这真是出乎意料。闺蜜听完就依偎在志源腿边，说要是她死了，志源可以拿走她所有的东西，但如果志源死了，她也愿意跟着去死。志源忍着那股恶心，努力不让自己生气。金组长叫志源过去就是想羞辱他，说他的计划案做得一塌糊涂，但志源有金手指，他知道科长一旦否决了计划案，闺蜜秀敏会不改一个字的再次提交，然后就能获得科长的高度评价，秀敏因此会步步高升。坦白说，绿茶闺蜜总是利用那一套来换取利益。金科长骂完志源后，志源在想着怎么反击。这时普组长走进复印室，志源知道普组长很有能力，因为金科长的阻挠，他升职无望，以至于普组长还停留在那个位置，所以志源决定跟他搞好关系。但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叫走了。普组长随意的把杯子放在桌边，志源还记着呢。上辈子他本来想接住那个掉落的杯子，结果被箱子给绊了一下，弄得膝盖青一块紫一块的。接到杯子之后，志源激动的不得了，有了这金手指，岂不是所向披靡？他刚一走出复印室，那个渣男就过来凑热闹。志源为了避开他，加快了脚步，没留神就撞上了移动柜子。志和及时伸手拉了一把，志源慌张的跑进了卫生间，但他有点不懂，明明撞的地方一样，疼痛感也没差，怎么就没青一块紫一块的呢？还没等他多想，渣男又跟上来了。这回志源没那么走运，直接撞上了花盆，腿上也留下了淤青。志源开始意识到，即使躲过一劫，不幸还是可能换个方式找上门。这么一想，他有点怕了，毕竟还是可能会得癌症，被背叛走到生命终点。但是手臂上的疤痕真的消失了，是不是因为他回了办公室？渣男竟然发来了一个截图，这货把所有股票都给卖了，还说自己投资了 TK 科技。志源如果没记错的话， TK 科技那是出了名的炒作股啊，那公司老板搞了假账户，钱一拿就跑到国外去了。渣男居然抛了涨得飞快的股票去买那正往下掉的 TK 科技。
难道是因为他买了涨的？结果渣男就把手里的那些股票给抛了，手臂上的伤疤怎么就出现在志贺手上了呢？本来只是膝盖淤青，结果撞得跟花盆似的。这时候志源终于明白了穿越的妙处，他也想出了自救的好办法。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临，关键是要让它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个替罪羊的最佳人选非那个背叛她的绿茶闺蜜莫属。志源有句话没能当面说出口，那就是既然你喜欢捡垃圾，当然了，这里的垃圾指的是那渣男老公。绿茶闺蜜曾故意撞倒女主，让午餐洒在她脸上，之后还假装帮忙，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食物弄到她身上，事后竟然还得意的笑了。但重生后的女主不是吃素的，她狠狠地报了这个仇。志源意识到，只有重生后找个人来替自己扛这一切，这个人选就是那个绿茶闺蜜。在那个早晨的电梯里，金科长遇到了志贺，总经理也故意在那里大声训斥志源，叫她好好工作。闺蜜马上接上话茬，表面上看是在帮志源解围，实际上是在指责金科长的不是，还特别强调了他手中的咖啡。金科长会议开始批评志源工作时间偷懒，跑那么远去买东西喝。在志贺的不满声中，这场羞辱才算告一段落。之后志贺把志源叫到了天台，其实是因为担心他回去会尴尬，或者可能会遭到别人的刁难，所以才选择在天台谈话。至于那些感情戏就不多说了。志贺刚想约志源周末出去玩，她的闺蜜突然杀个回马枪，说已经约好了一起去吃烤肉。不一会儿，志源拿了止痛药和创可贴给志贺，没想到志贺把药分了一半给他，还嘱咐志源自己也要照顾好。可办公室里的这些事全被那渣男看在眼里，他马上叫志源出去谈谈，硬是把他拖到仓库里。他怀疑志源对大宝有意思，所以才提出分手的。志源还没来得及解释，渣男就开始警告他，别以为志贺年轻有为，就以为他有来头，还说志源是狐狸精一样的女人。志源懒得搭理他，可又担心他闹出事来，于是他谎称分手是因为感觉他不像以前那么好了。这下渣男信以为真，可还是要亲一口才肯罢休。就在志源准备反抗的时候，普组长突然冲进来，等渣男慌忙跑了后，普组长说虽然他们是情侣，但还是不应该强迫对方。他接着说起了从前自己的后悔，希望志源不要重蹈覆辙。转眼午休时间到了，闺蜜非要和志源一起吃饭，结果却和渣男一起去食堂了。这里面有个小细节，闺蜜先跑去了卫生间，出来后才去打饭。志源发现这货打了好多饭菜，想起前世的故事，闺蜜故意把饭泼我脸上，在食堂让我丢尽脸面。就在闺蜜想要搞事的时候，我心里暗暗怒吼，结果一点没浪费，统统泼到渣男身上去了。志源马上上前，一边道歉堵住闺蜜的嘴，一边温馨提醒，衬衫是挺贵的哦。闺蜜听了怕得要命，觉得自己赔不起。志源满意的站起来，口头上说去拿纸巾，其实这只是他复仇的开始。厕所里突然传来求救声，有人需要几片卫生巾。女孩事后不停地向志源道谢，志源发现女孩裤子上有污渍，女孩因此更感激了。她透露刚才也有人来过，那人仿佛什么都没听见，肯定是闺蜜没错。后来我们4个一起吃饭，绿茶那个态度又怪又冷，盐撒的又多又咸。开始她还没懂是什么意思，解释说想干大事就得多吃点。绿茶知道妍希家境一般，那态度明显从客气变成了鄙夷。志源及时插话打圆场，妍希听了心情好多了，绿茶却不乐意了，转头就开始嘲笑志源像猪，言外之意就是他吃得多。渣男听了觉得很有趣，觉得绿茶说的太对了，绿茶却责怪渣男那样说志源不对。这时候妍希已经看出他们3个的关系，妍希准备给志源倒杯水，不在乎绿茶什么反应，直接扭头走了。等他一走，那绿茶还是忍不住想说3道4。志源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但他和他的级别是平级的，这就意味着他不能以资历压人。意识到可能对志源太过了，就请那渣男照顾绿茶去吃饭，他自己则先回了办公室。紧接着志源向妍希道了个歉，没想到绿茶会那么没礼貌。其实妍希心里早有数，知道那个在洗手间不伸手相助的正是绿茶。误会消除后，两人一起回去了。绿茶看到这一幕，心里那个嫉妒啊！他跟渣男回来的路上，特意强调志源是因为衣服的事才生气的，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渣男自然是立马上前安慰她的闺蜜。绿茶回想着渣男刚才的行为，决定绝不能放过伤害志源的机会，于是开始勾引他。果不其然，在绿茶的挑逗下，渣男开始激动起来。第二天早上的晨会上，只是因为妍希树看了一眼材料，就遭到了金科长的严厉斥责。大家都清楚他是朴组长带进来的人，这无疑是在打朴组长的脸。绿茶见状，赶紧给朴组长使了个眼色，又指使志源给金科长倒了杯咖啡，接着借看企划案的名义，公然邀请金科长出去散散心。这一系列操作让所有人都感到不是滋味，但志源觉得现在正是拉拢人心的好机会，于是立马找到了朴组长，把之前被打回的企划案又递了过去，麻烦一定要瞧瞧里头的东西。结果那绿茶闺蜜不巧撞个正着，她对企划案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就在那天午饭时分，志源跟妍希一起分享甜点，妍希提议周末一起出去玩，但绿茶也发出了邀请。
志源说自己虽然有事，却不打算去露面，随便怎么浪也好，反正不跟他们混了。志源觉得上学那会儿不太受欢迎，连初恋现在在哪都不知道，更别说他现在干嘛了。去那种让人不堪回首的聚会有啥意义呢？妍希在旁边给他打气，说要是不去，以前的就只能是些糟心回忆，但如果去了，还能改改看，那以前的不堪就能变成辉煌。午后，志源找到了朴组长，希望能跟他联手合作，可朴组长太顺从受惯了气，再加上公司的那套规矩，事实上金科长对志源和朴组长的企划根本就不瞧一眼，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这件事公司里的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尽管如此，长期被情绪摆布的朴组长还是不愿相信，志源只好把事实摆在他面前。原来金科长是个办公室色鬼，对有男友和已婚的女职员区别对待，自从追求朴组长屡屡碰壁之后，就经常刁难他的企划。他能有今天的地位，全是靠着窃取朴组长的点子，因此志源想赌一把，他会把企划按原样递上去。要是金科长连看都不看，那他俩就豁出去合作一个大的。朴组长实在忍无可忍了，愉快地接下了这个赌约。但第二天出乎意料的小插曲发生了，绿茶闺蜜邀请女主去参加一个聚会，其实是打算找机会羞辱她。就在志源和朴组长打赌的第二天，心惊胆战地提交了企划案，结果金科长竟然开始认真审阅。他突然感觉到这份新的企划案有点不对劲，于是当众严厉地质问志源。虽然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但志源内心却异常欣喜，因为这证明了一个事实：金科长确实没怎么看他的方案。朴组长都觉得难以置信，标题都一模一样，他居然没注意到。就这样，两人正式成为了合作伙伴，当然还有妍希在一旁。但是闺蜜看到他们三个异常开心，就意识到肯定有什么猫腻，于是她悄悄地来到金科长的办公桌前，细细地研究起了那份企划案。当晚，她就约了那个老色狼一起吃饭，故意挑起了他的怒火，说志源是名牌大学出身，野心勃勃，肯定觉得金科长不够重视他，说他没有眼光之类的话。金科长一听这话，火气顿时就上来了，绿茶马上给他倒满了一杯，劝他消消气。话题突然一转，提起了那份企划案的建议，表示想和金科长共同开发项目。老色狼还没缓过神来，绿茶闺蜜装出一副可爱的样子，不停地夸奖他，故作暧昧地喊了一声哥哥。金科长一听，眼里仿佛射出光芒，忍不住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当爸爸的那份喜悦，那时候的幸福满溢眼眶，他当即泪眼婆娑，高兴地接受了绿茶的建议。话说回来，那个中猪的渣男跟朋友倾诉，说他对女友的闺蜜动心了，但因为地位的原因没法尽情追求。朋友不懂，觉得志源不是挺好的吗？但在他看来，勤快上进的志源只适合做结婚对象，要找激情还得是那个可爱的闺蜜。同这时，志源还在加班，突然发现桌上有个礼盒，打开看到一张便条，是绿茶闺蜜留的言，里面是一对情侣耳环，嘱咐周末吃饭时一定要戴上，这是志源铭记在心的记忆。不久后，志源准备收工，闺蜜发来信息，非要晚上去她家过夜，还特别强调周末的饭局。原来志源之前就收到了邀请，并且戴上了那对耳环，到了那儿才知道是个同学聚会。她本想溜之大吉，结果撞见了学校里的恶霸。绿茶闺蜜兴冲冲过来迎接，她说没点手段，志源是不会来的。志源只好躲进了卫生间，请绿茶帮忙把我的包给我，我想要先回家。正当这个时候，几个校霸走进了洗手间，开始议论志源的穿着简陋，如果不是好心的绿茶叫他可能连肉都吃不上。志源想起了在学校被欺负，还有那些羞辱他的日子，不由自主地紧抱双腿。突然间，校霸2号注意到有个支援的人不在岗位，猜想可能藏在洗手间里，完全没想到校霸们悄悄地一个个查隔间，最后踢开了隔间的门，找到了那个人，吓得志源只能摇头。他走出了电梯，本来不想让绿茶过来的，结果渣男却发消息说他要来，这不就是牵线搭桥的好机会吗？这时渣男收到志源让他马上回来的消息，闺蜜收到信息却没任何表情，气得说不来了。志源一回家就看到渣男的鞋子，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紧跟着闺蜜发消息也说不来了。志源正在纠结怎么办，渣男只裹了条浴巾就走了出来，竟然直接把浴巾扯下，用力一挥，吓得志源退无可退。就在这关键时刻，门铃响了，他随便找了个理由跑去开门，但房间里的2个人都没叫外卖，大家都以为快递员送错了地儿，可那人偏偏就是赖着不愿意走。渣男有点急了，不得不去门口赶人，催他快点走吧。志源抓住机会，一用力就把他推出了门，然后迅速把门锁上了。做完这一切，他还是紧张地抓着门把手，不管渣男怎么喊叫他，就是不开门。志源突然有了主意，发了条信息给渣男，告诉他自己被他吓糊涂了，觉得自己好像很容易就被搞定了似的，说自己现在需要时间平复一下情绪。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渣男说他现在就走，但他还是靠在门上，想解释一下他刚才的粗鲁行为，越解释越添堵，一不小心说漏嘴，女友瘦得跟什么似的，一点都不好看，可能意识到说错话了，赶紧改口说其实更在乎的是女友的内在。等到渣男离开公寓，那快递小哥才算是放下心来，原来是志贺为了帮志源，
特意让他送错地方的。与此同时，志源开始把衣服一件件摆在床上，对着镜子试来试去，可看起来好像没一件合适的。他又打开化妆品抽屉，里面就一个口红和一管眼影。说起颜色，真是难以形容。绿茶突然发信息过来，提醒志源别忘了后天的约会。志源其实是想去的，但打扮自己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知明日结果的他究竟该如何是好？星期天的清晨，绿茶又一次提醒志源别忘了带上专门买的那个东西。内心却在想，毕竟花儿总得有绿叶衬托。校霸们对绿茶的到来格外热情，因为在他们眼中，绿茶既可爱又纯真，特别容易被人操纵。志源这个穷酸经常占他的便宜，吃喝他的不说，但绿茶却觉得志源挺简朴的，最近变得越来越漂亮。一会儿他也会出现在同学聚会上。绿茶向大家宣布自己帮忙介绍了志源到 UK 公司，不过他好像对某渣男产生了好感。这话一出，校霸们都不高兴了。据他们所知，渣男就是绿茶暗恋的对象。绿茶立刻嘱咐大伙儿，志源到了，千万别提起这事儿。正在这时，志源不经意间出现在同学聚会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美极了，当然连布局的绿茶闺蜜也在内。昨晚志源还在烦恼该怎么打扮，仓鼠妹妹发消息约她周六玩。周六早晨，志源偶遇闺蜜那家买耳环的店，一比较才发现假货有多夸张。妍希马上弯腰捡起绿茶款耳环，她立刻识破了假货，但顾及面子没揭穿。志源说是绿茶送的，妍希脱口说出那不是真品，接着就故作姿态露出天鹅颈，拨开遮住耳朵的头发，碰巧能请教到导师，真是太好了。镜头一切换，妍希邀请志源去吃辣炒年糕。突然间他想起了明天的同学聚会，但志源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参加，因为他以前不仅不受欢迎，甚至还被霸凌过。妍希听了之后十分吃惊，觉得必须去问问那些霸凌者为何那样做，要搞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别的原因，这样心里才能不留疙瘩。志源被妍希这么一说，突然开窍了，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道理自己竟然没想到，于是决定去卫生间偷听那些校霸，看他们接下来还会说什么。说起来容易，志源不认为自己这样的人能够一夜之间改变。妍希相信准备充分的人就绝不会失败，于是打包了2个煎饺放进了包里。他要回报那些曾经帮助他的人。转过头，妍希带着志源走进了一家高级美容沙龙，声称今天的花费都是用他的会员优惠来结算的。志源当然不好意思接受，不过妍希让他别担心，对店长使了个眼色。店长马上说优惠券今天就到期了，不用就太浪费了，这样就解除了志源的顾虑。这一次他也体验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美得不可思议，志源不知不觉中眼眶湿润了，接着又挑选了一套衣服。这时他瞥见了一个熟悉的包包，那天我离世的日子，妍希觉得那个绿茶杯还挺好看，原本打算星期六晚上去买，谁知绿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借我的企划案，要是以前的我可能早就答应了吧，但现在的我直接拒绝了他，还特意提醒他我们在公司的职位不同，最好别直接叫我的名字，还有那让我去倒咖啡的事，遇到同事还是分清楚点好。我没给绿茶辩解的机会，直接挂了电话。绿茶心里肯定不舒服，她马上发了条信息过来，嘱咐我一定要带上她买的那副耳环。我一到同学会的地方，立刻就成了全场焦点，闺蜜简直不敢相信，以前只是她的陪衬，现在竟然抢了她的风头。她还没想好怎么办，男同学们已经开始追求我了。校霸看到耳环就开始讽刺，说我跟绿茶一样，一看就知道没教养。但我没出声，只是展示了耳环的全貌。有眼光的人一眼就看出了不同，我的耳环跟绿茶的完全不一样，我的更亮更有质感。舆论马上翻转，大家开始嘲笑绿茶，说她在模仿我，还带了个假货。其实在去同学会之前，仓鼠妹妹已经告诉我，绿茶买的耳环根本就是个毫无诚意的仿制品，送这玩意儿的肯定别有用心，目的无非是让人出丑。于是她把自己的东西借给了志源，果然如她所说，一点没错。想到这，志源站起来去了洗手间，他可没忘记自己来这的原因，迅速躲进了以前那个隔间里。接着就是看看那些校霸会说些啥。没多久，校霸们进来了，一如上次，校霸2号提醒老大，志源没再怀疑了，可能躲在隔间。于是老大开始一个个查找，但这回志源直接踹开了隔间门，径直走向老大，示意他别管，继续说他的，因为很想知道他从高中开始是怎么带绿茶的，都有些什么话要说。志源倒是有的说，绿茶确实送了衣服，然后他从包里掏出了票据，说绿茶给的是赝品，所以他才亲自去买了真的，还是买的情侣款，这样挺好不是吗？志源还想弄清楚他到底看上绿茶哪一点了。还有个叫白恩浩的，听说绿茶跟恩浩在一起，志源偏要让他们分，说白了，绿茶推荐的工作，结果还要抢别人的暧昧对象，这确实过分了。志源听了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只听一面之词，就这么对别人恶语相向，也太不公平了吧，至少也得核实一下事实啊。换个话题，志源递过自己的名片，明确告诉他们自己是 UK 公司的组长，说自己在公司干了7年了，绿茶是在他当了组长1年后，也就是去年由他推荐进公司的。这时候3号恍然大悟，记起了绿茶的简历，确认时间没错，
志源这才拿出手机拨通了渣男的电话，还把免提打开了。渣男那边还没弄明白状况，就开始自我介绍。换句话说，那些勾引和暧昧全是假的。志源推开那些校霸，从卫生间出来了。正当他拿起衣服准备走的时候，绿茶一下子站起来叫住了他。那些校霸头头也紧跟着追了出来。其他的事就不提了，喜欢归喜欢，但也不能因此就让恩浩和绿茶分手啊。既然事情都摆到台面上了，志源也没什么好避讳的了，直说确实喜欢恩浩，但和绿茶根本没交往过。同学会的气氛一下子安静了，大家都等着绿茶怎么回应。绿茶开始狡辩说知道志源喜欢恩浩，但他们其实已经在偷偷交往了，所以才没告诉他。没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分手才好。绿茶又改口说志源知道他们在偷偷交往。教爸马上把绿茶保护到自己身后，大声说志源太凶了，就是这种臭脾气，难怪没朋友，何必这么认真呢？教爸一听这话就火大了，分12期买的东西居然被喊着说是假的，质疑别人买假货也太随意了吧，别装大哥好不好？你有没有搞错这年头啊？绿茶那么一说，志源被同学欺负了整整3年，现在同学聚会上又是这剧情，如果只是想纯粹的玩玩而已，道歉别想了。可校霸们根本不想听这些，他们只关心绿茶和恩浩是不是真的有过什么。这时候呢，恩浩穿过人群，亲自说了他和绿茶没有交往。与此同时， UK 公司的董事长崔长孙和志贺谈婚论嫁，但志贺说他已经心有所属了，他从小到大都听从爷爷的话，爷爷说什么他都照做，这次他想自己来做主。可以想象爷孙俩的谈话不怎么愉快。谈完后，老爷子命令秘书查一查孙子心仪的人是谁，说不该有的感情要早点剪除。志贺几天前找到了白恩浩，请他来同学会澄清一些事情，这样对志源可能会更好一些。志贺想到这里有点担心，所以他就来到了聚会饭店附近，恰巧看到恩浩牵着志源的手。报复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加害者体会受害者的感受。志源离开聚会后，校霸们开始轮流审问绿茶。绿茶找借口说是因为志源比自己更会升职，但校霸们可不吃这一套，被插到公司里的人怎么可能升得比插他进去的人还快？提到这个校霸2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绿茶借着高管的身份，教了我好多找工作的小窍门作为答谢，我请他吃了顿饭，结果发现被忽悠了一场。那个校霸老大觉得这些都算了事，但又编出和恩浩谈过恋爱的谎言，是怎么回事？其实是因为绿茶联系不到恩浩，最后弄得大家都在追着打，大家都想看绿茶还能耍出什么花招。绿茶试图靠卖惨来缓解矛盾，校霸头头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人一直在害志源，志源在整个高中都被人欺负，这都是因为绿茶到处造谣，觊觎她的男朋友，模仿她的打扮，想要得到她的一切。난 강지원 욕하라고 한 적 없어. 니들이 마음대로 욕해놓고 왜 나한테 지랄질이야! 校霸们可不会纵容绿茶，让她停止那虚伪的哀嚎。绿茶意识到自己确实有点过了，转身去了洗手间整理情绪。她差点被那几个校霸气炸了，因为她自己觉得没做错什么，满腹委屈打了志源的电话，但电话始终没人接。当绿茶再回到聚会现场时，所有人都已经散了，甚至没人帮她看包。这就意味着绿茶变成了当年的志源。白恩浩在一旁拦下了志源，鼓足勇气告白说喜欢他。在这尴尬的气氛中，志源立马掏出手机给志源打电话，说现在需要他帮个忙，是关于公司宣传预算的事情。志源看了看眼前的恩浩，还是答应了志源的求助。不过毕竟是久别重逢，两人最终还是交换了联系方式。志源离开后，恩浩猛地回头，他看到了策划者志贺，两个人的眼神突然就僵在那里，好像彼此都看穿了对方的想法。镜头转换，他们一起出现在子公司的发布会上。志贺提出了个挺大胆创新的点子，可是集团里的保守派全都反对。他很希望志源能支持他的想法。两人刚踏进展厅，志源靠着他的记忆力，认定这个项目在未来10年里会成为最火的平台。他不由自主地对志贺刮目相看。顽固派代表老苗和金科长一样色心不改，握手时没得逞，就开始说和美女一起工作才有趣。一切都如预料中的，老普特别反对这个新点子，甚至当着志贺的面辱骂他的下属。因为按照他的看法，新平台上都是一些低俗内容，实际上他是一知半解。志源试图缓和尴尬的气氛，他马上解释说，第一次上那种网站可能会觉得不太好，但他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标题为那家伙很好吃的文章，出于好奇，他读了1-2章，然后发现网站会根据兴趣推荐内容。固执的老普听后勃然大怒，警告志源只需要在旁边笑笑，做个花瓶就行了，不该说这些放肆的话。志贺强调他是因为想听取员工的意见，才特意在周末把志源带来的，说到底他是在用自己的地位保护志源。老普只能吃哑巴亏，没办法对董事长的宝贝孙子发火，只能找旁边的员工出气。在回家的路上，志贺用幽默化解了志源的尴尬，还特意提醒他不要总是迁就别人。说到这，他好奇那个网站上的文章真有那么吸引人吗？志源听志贺这么一逗笑的前俯后仰的，脸上不时泛起红晕。这时绿茶的闺蜜又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她一通都没接。突然恩浩的短信又来了，
说再次见面后就忍不住想要联系志源。旁边的志贺看志源收短信笑得那么开心，不知不觉有点吃醋了。他们快到志源家楼下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渣男的身影。志源急忙调整座椅，希望自己不被发现。其实外面根本看不进车里面，志源还没解释清楚，就看见了闺蜜，赶紧又躲了回去。话说回来，渣男正好碰上了绿茶，他们一起走到志源家门前，结果发现门禁密码改了。这时渣男露出真面目，目不转睛地盯着绿茶，急切地想更了解他。绿茶其实也心有所属，打算利用渣男来报复他的好朋友。另一边志源躲到江边去了，他在想该怎么为刚才的怪异行为找个说辞，干脆就跟志贺说清楚。虽说自己和渣男是办公室里公认的一对，但他不想谈论个人生活。没想到志贺根本就没打算问，只要对自己有利，那就大胆去做吧。志源最近领悟到了，自己总是忙着取悦别人，结果却忘了照顾自己。现在他决定要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比如搞室内设计、学防身术之类的。志贺感觉自己被小瞧，不自觉地摘下眼镜。志源立马就说，他上次就觉得志贺你是不是该试试不戴眼镜。同时绿茶在那边向渣男倒苦水，说志源变了，甚至觉得他有点怪怪的，他们之间的距离感觉越拉越大。渣男一听绿茶这么说，开始怀疑女朋友会不会对志贺有意思。绿茶就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对渣男说的特别真心，如果今天没有他，自己肯定特别难受。渣男这下受不了了，赶紧夹菜转移注意力，两人还不约而同地夹到了同一片年糕。这一刻渣男脑子里甚至已经给未来的孩子取好了名字。志贺送志源回到公寓楼下，叮嘱他在结婚前要多交些朋友，不要误会他并没那么开放。听这话，堂堂公司的总经理竟然结结巴巴的，好半天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说啥，那急切的模样倒是让志源笑了出来。刚回到家，志源的手机响了，是绿茶打来的，但他还是没有接。绿茶赶忙发短信来解释，他说自己真的不知道大家会那么做，否则绝对不会让他去的。志源不想搭理他，打算去洗漱一下。这时候那渣男又打电话来了，可一接通，听到的却是绿茶的声音。志远二话不说就挂掉了电话，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渣男跟绿茶赶紧结婚去吧。接着N号的电话也打来了，多年毕业后他们从未有过联系，原来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误会，从那以后就没再说过话。根据闺蜜的说法，是她把志源对N号的暗恋告诉了别人，志源当时还以为自己让N号不开心了，这才导致了现在这局面。但N号说实话是志源拒绝了他甚至还保存着当初拒绝的回信。志源希望他们能立刻见面，并且让N号带上那封回信。第二天，志源一进公司就吸引了同事们惊异的目光，没想到他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志源特别感激妍希，渣男激动极了，他说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简直想马上抱住她亲一口。而在志贺看来，他们的行为就像情侣间的亲密举动，志贺看着还笑得特别开心。一不留神，他撞倒了几个产品，绿茶立刻弯腰捡起来，想趁机讨好，但志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反而走到了志源面前，评价说志源今天的穿着不太适合工作。旁边的仓鼠妹妹赶紧解释，这很搭嘎，他做错啥了？至于责备他，记得后面那些禁止的话别说了。这时候志源注意到志贺没戴眼着，绿茶又靠过来开始拍马屁，但志贺又一次把他的节奏打乱了，女友突然变身成大美女了。那个渣男虽然表面上受宠若惊，心里却感觉到了威胁，于是赶紧找志源单独说会话。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为了展示他的男子气概，一站起来就想对志源示威。穿潮服的不止女主角一个，还有男主角志贺，另外还得说仓鼠妹妹妍希是富二代，而且是志贺的亲妹妹。原来那渣男想通过志源表达他的主权，还好喝的是冰咖啡，不然又得去医院除毛了。这个家伙没来得及生气，就跑去换裤子了。正好绿茶找到志源想谈心，不得不说他的撒谎技巧真是顶尖的。绿茶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校霸身上，还一本正经问志源会不会怪他。要不是志源有过一死的经历，他可能还会信绿茶的鬼话，并且原谅他。但这次志源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击。志源说绿茶根本没理由撒谎，除非是想欺负他，或者让他看起来像个怪人。这样做的人也太自大了吧。这会儿绿茶的脸已经气得通红，他只能假装同意。但事情还没完，志源提醒道校霸们的目标已经转向了绿茶，作为好朋友，他肯定不会就这么放过他们。我们都不是高中生了，我得和N号好好说清楚。绿茶一听这话吓坏了，绿茶硬是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他故意提到渣男可能会生气的事，志源马上回应说她男友不是那样的人，还特意透露他最近炒股挣了一大笔。注意到绿茶听闻此事后眼睛直放光。那天下班的时候，绿茶开始用尊敬的称呼来叫志源，接着他提出要请公司高层吃饭，普组长得去接孩子，志源有客户要见，只有妍希想去却被无视了，真是看不起人。电梯门快关的时候，志贺赶到了电梯口，本来他打算等下一班，但他偶然看到角落里的志源，于是决定挤了进去。
大家在电梯里夸智媛，同时感慨渣男真有福气。虽然声音不大，但志贺听着却很不舒服。关键是智媛没有反应，她的闺蜜感到非常嫉妒。出了电梯，志贺忍不住叫了她一声。智媛好奇她今天为何如此打扮，不过她转念一想，觉得这样问似乎不太妥当，心里却又有些放不下，所以她很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打扮给某个人看，或者是为了某人而变得这么帅。智媛告诉志贺，她这样穿是为了让自己心情好，并不是为了谁。从今往后，她不会再傻傻的局限于一种风格，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智媛这么想，志贺真的很高兴，他们的感情也微妙的变化着。回家路上，智媛不禁想起志贺和那些渣男的区别，心里不知怎地就开始小鹿乱撞。她在想志贺会不会也喜欢自己呢？但是一转眼，她看见了妍希。妍希买了个新包包，看起来挺开心的。智媛正想过去打个招呼，却发现志贺也在场。他们俩看起来关系非常亲近，远超过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再加上智媛前世的记忆，金科长举报妍希和志贺的关系，因此妍希最后被开除了。智媛因此猜测他俩是情侣。实际上妍希是个富二代，是公司董事长的宝贝女儿，也是志贺的亲妹妹。那天晚上志贺洗澡的时候，他看着自己胸前的图案和智媛的一模一样，开始陷入回忆。他记起了上一世智媛丧礼的情景，警察当场抓住了杀人犯，那个渣男和他的共犯。志贺这才意识到他喜欢的人已经不在了。他还听到校霸们在谈论那个绿茶骗了他们的事，还有10年前的同学会，他们对智媛做的那些过分的事，还有绿茶怎么陷害智媛和恩浩分手的。正巧恩浩也来到了丧礼现场，亲口说他从没和绿茶交往过。心痛的志贺喝了好几杯，他听到的智媛的话音令人心酸。回家的路上，志贺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睁眼一看，胸前不知怎的多了个奇怪的涂鸦。他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10年前，得到了重活一次的机会。街头一个喝多了的女孩子孤零零地走着，两个不怀好意的男人在旁边窃窃私语，犹豫着要不要上前。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志贺听见了，他出于善意，赶紧上前拦下那个女孩。没料到俩人一头撞在了一起。这时智媛显然已经站不太稳了，志贺关心地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智媛听到这话，就说自己的父亲3个月前去世了，还刚跟男朋友分手了，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孤单一人。智媛一个不稳，直接倒下了，结果眼镜也掉地上，被自己不小心踩碎。志贺有点尴尬地扶正智媛的头，谁知智媛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就直接凑过去仔细嗅了起来。不知是那香味太诱人，还是他太饿了，竟然张嘴就咬了上去。志贺疼得直咬牙，却没把智媛推开，但是他的叫喊声还是回荡在整条街上。智媛死死咬着他的衣领，就是不放手。最后智媛实在忍不了了，才使劲把他推开了。在智媛眼里，一个模糊的男生形象在他面前晃动，他却笑得更加灿烂。不一会儿，他们就坐在公园草坪上，智媛的醉意依旧没散。志贺不理解为啥不在家里喝，但对智媛来说，无论在哪不是还是一个人吗？他的父亲才刚离世没多久，家里就我一个独苗。我妈呢都离家跑了3193天了。说这些我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还有个挺要好的闺蜜，但每次我难受想找人的时候，她总是联系不上。不过换个角度想，像我今天这么狼狈的样子，要是跟闺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挺没面子的。说着我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渣男，我男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总说自己多忙，连我爸的葬礼都没出现。虽然我心里早就有数，但我还是装作一切正常，就这么自己一个人过了3个月，默默承受所有悲伤。话题一转，我开始聊起我的绿茶闺蜜，夸她又善解人意又可爱，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啊。但站在她身边，我总感觉自己特别寒酸，特别失败。志贺觉得有这种感觉的话应该远离，我没直接回答，反问他有没有坐过船。自从我爸去世以后，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像在船上一样，明明努力站稳了，身体却还是晃来晃去的，那种感觉太让人不安了。我只想站在稳固的土地上，秀敏她就是我的那块土地。志贺也打开了心扉，他妈妈去世已经5328天了，后来他爸爸又娶了继母，还有了个妹妹，他们母女俩人都挺好的，但他心里那块结还是解不开，得重新找些人，感觉自己的气质还不够稳重。有人小声嘀咕的时候，智媛和志贺聊了好久。从那一天开始，他决定要成为像大地一样的朋友。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们俩就躺在草地上，志贺轻轻地给智媛盖上衣服，然后就安心地睡着了。当他再次睁开眼时，智媛已经消失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昨晚还在倾诉的那个女孩，可能只是路过的一个人，从此之后可能就再也没交集了。也许志贺心里也明白这一点。然而开学第1天，志贺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嘀咕，说是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中年大叔怀里，把他吓坏了之类的。他顺着声音寻找过去，发现说话的正是那个女孩，但他并没有过去打招呼。他的心里对大树这个词失去了信心。其实他经常看到智媛在喂流浪猫，心里虽然怕怕的，但他还是试着学着他的样子去喂猫。时间就像流水一样不知不觉流逝，眨眼间4季都过去了，喂流浪猫成了他们共同的兴趣。但在这一天，志贺为了救一只流浪猫，
被车撞伤了，结果不得不退学。当他们再次相遇时，一个成了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是企划部的员工。本来以为他们会有个好结局，想不到这才是倒霉的开端。结果志和带着后悔走进了10年前，这回他得重新编写自己的命运。仅仅因为女朋友对领导露了个笑容，那个渣男就把他单独叫到了仓库，猜疑上次是不是喜欢上了他女友，还警告志源要避开那个人。志源去解释了一番，说志和他有女朋友呢。渣男一听更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男的有机会就会出轨，哪怕结了婚还是会喜欢上其他人。对他们来说，最完美的对象就是那些初次见面的陌生女性。志源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担忧那样的事情，更不用说上辈子亲眼看到渣男做过的坏事，所以他故意提出那个问题。渣男一时间语塞，志源见机称赞说所有男的都应该学学他。就在那时，普组长和仓鼠妹妹喊志源出去了，他借机逃离了现场，但看着女朋友的样子，渣男感觉志源最近有点不正常。突然间，绿茶进入了他的视线，他马上转头就跑。绿茶对此感到困惑。另一边3个人坐在休息室聊天，绿茶突然走了进来，直接坐到了志源旁边，回答得很没礼貌，开始自顾自回忆两人的过去，还提到小时候吃的某种糖果，抱怨志源每次都弄碎了它，还是自己帮他重新包起来的，完全没注意到其他3个人不悦的眼神。绿茶，麻烦你和普组长还有仓鼠妹妹妍希帮个忙，多多照看志源，他实在是手忙脚乱的。大学时候，一个人留在首尔，一个人在釜山，志源交朋友不容易，就整天宅在图书馆，我就得来回奔波，每周真的累坏了，得在4天内把课上完，然后陪伴志源3天。妍希看不下去了，但普组长还不知道真相，他倒是羡慕这份友情。志源最怕的就是这种事，别人贬低他，为了提升自己。就在这时候，金科长走进休息室，说女员工们都懒懒散散，老是躲在这儿，还特别点名让在韩国大学读过书的志源帮他停车。志源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接过了车钥匙。金科长一直在那吼，大家忙着各自的工作。停完车之后，志源就有预感绿茶在等自己，果不其然，绿茶就站在电梯门口，肯定是来安慰自己的，只有他站在自己这边。可是绿茶除了安慰还有其他打算，他想请志源同意让他参与这个项目，保证会好好工作，这样他就能转正了。绿茶突然变了一副嘴脸，猜着好友可能因为同学会的事还在心怀怨恨，说那些校霸的话只是开个玩笑，如果还在不高兴的话，他会真的很伤心的。志源被绿茶那一脸无辜吓得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绿茶看出了端倪，故意装出可爱的模样，说我们俩要永远在一起哦。就在这个时候，金科长喊志源去一下办公室，还对绿茶使了个眼色。原来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把志源的名字从项目里排除掉了，还挂上了他自己的名字，这样项目看起来就档次更高了。志源心里明白，都是因为他没把方案交给绿茶，所以金科长才会趁机夺走，然后又加上了绿茶的名字。那晚志源找到了N号，想请他吃个饭。与此同时，渣男打志源电话打不通，他就联系绿茶，想知道女友在哪。绿茶一听就说志源打扮得很美，难道没跟你约会吗？还嘱咐渣男要好好管教志源，因为志源妈妈生完孩子就遇到了真命天子。话锋一转，说感觉好朋友挺可怜的。渣男一听就不对劲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绿茶一副惊讶的样子，说自己说漏嘴了，还以为渣男知道呢，反复叮嘱绝对不能告诉志源，然后又说出轨又不是遗传的，忍不住笑了出来。渣男匆匆挂掉了电话，一想到这我就火冒三丈。绿茶那边似乎觉得自己挑拨的挺成功，我就是控制不住心里那股烦躁，只是因为女友嘴唇太红。渣男居然这么说。志源从N号那里得到了那封拒绝信，信上说别以为自己多招人喜欢，大家都喜欢你啊，我听了都想吐，别再来烦我了。N号一眼就认出了信的笔迹是志源的，所以他才切断了联系。志源坦言那信不是他写的，他也很是担心绿茶能把他的笔记模仿得惟妙惟肖。他们准备一起回去的时候，志源说他已经有男朋友了。N号一听就猜是那个戴黑框眼镜，穿着死板西装，手上还戴着名表的男的，所有这些特点加一块儿，不就是志贺吗？志源好奇他怎么会认识的。N号说是同学会上见的他们俩聊天时，志贺正好看到了，他心想还是少打扰志源为妙，但他的一颦一笑我怎么也忘不了。志源怕N号会先赢得他的心，犹豫了好久，还是给他打了电话。不过在这之前，志源实在不想被渣男骚扰，干脆就把手机关了。在回家的路上，志源感觉有人在跟，下意识就加快了步伐，那人也紧随其后。志源开始感到害怕，无目的地开始逃跑。那跟踪的人竟然是渣男，渣男追上来质问志源去哪了，还发现他嘴唇上涂了口红。志源为了证明自己没化妆，用手一抹，把手伸到那渣男面前，让他看得清楚。渣男却硬说他是去勾引别人了，接着就冒出一句有其母必有其女。志源马上就明白了，这肯定是绿茶跟那渣男说的。这会儿渣男还在嫌弃平时不爱买衣服的人，话还没说完就闻到了香水味，像只狗似的凑上去闻。算了，别扯这些没用的。渣男越讲越生气，手上也越来越用力。志源看他这样，就想起了以前被打的日子。就在那时候，
渣男一爬起来还想继续叫嚣，结果志贺一把抓住他按墙上。志贺脑子里全是上辈子的事，渣男那不知悔改的嘴脸，气得他直接把渣男提起来。志源急得大喊志贺的名字，志贺真想掐死渣男，幸亏最后一秒还是冷静下来，吓得渣男连滚带爬的逃了。像他那样的人不会有责任感，甩下女友不回头就跑了。镜头一转很远了，志贺和志源坐在长椅上，他在解释自己有多担心志源会被渣男伤害，还说人性是不会变的，做过的肯定还会再犯。志源以为志贺知道渣男有暴力倾向，但他结婚前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志贺后悔没把渣男的4肢都打断。志源虽然觉得他很有洞察力，但有些事情他是绝对不能忍的。正巧绿茶看到他们聊天的情景，由于过往的经历，志源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背叛，毕竟对他来说仓鼠妹妹最重要，怎么可能一边和妍希谈恋爱一边还追求别人呢？他气得想立马打电话告状。志贺见状建议让他自己承认，边说边喜欢志源边拨妍希的电话。听了他们聊天的内容，志源才明白他们原来是兄妹。回头一看，志贺已经把志源送到了家门口，忽然他就凑了过来，我还以为他要吻上来呢，结果他在志源肩膀上晕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啊？女人故意解开衬衣上面的2颗扣子，然后对着闺蜜的男友蹲了下来，假惺惺地问他出了什么事，实际上在琢磨怎么把闺蜜男友抢来。渣男一下子就被迷得神魂颠倒。在另一边，志贺在医院里醒过来了，正好检查报告也出炉了，医生告诉他，因为最近过度疲劳加上睡眠不足，导致大脑一时停摆，建议他要自我约束一下，还提醒志贺他的消化系统也不太行。听到这个，志贺赶紧请医生给志源也做个胃部检查。志源解释说他不久前做过断层扫描，其实只是普通的胃炎。医生和志贺都不太懂为啥要做这种检查，总感觉两人之间有点怪怪的。与此同时，渣男在墙角壁咚了绿茶的闺蜜，绿茶的闺蜜还假装害羞呢，这更勾起了那渣男的占有欲。正当他想进一步的时候，绿茶一把推开了他，口上说着不行，说不能背叛志源，心里却在想着不能让渣男得逞，一下子蹲到地上大哭起来，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没错，渣男正中下怀，开始对他百般呵护。绿茶立刻发出信号，含泪表示他们和好了。那志远该怎么办呢？渣男感动的眼眶含泪，还是温柔的为他擦干泪水，紧紧拥抱着他。绿茶看着这一切笑了，渣男以为找到了心灵伴侣，沉浸在其中。画面一转，渣男跟着绿茶来到了他家门口，另一边志贺和志源离开了医院。他提出开车送志源回家，志源却没怎么回应。志贺解释说他是个好人，可他曾经受过伤，不再轻易相信别人了。志源干脆说自己已经有男友了，男友还是志贺的下属，因为今天的事，她男友的处境也很尴尬。志贺还没说完，就提醒志源要多留意那渣男，时刻警惕着。然后他叫了辆出租车，直言不讳地说喜欢志源，如果志源不接受他绝不会做出过激行为，绝不会让志源难堪。在那之前，希望能再仔细考虑一下和渣男的事儿。第二天一大早，绿茶刚一落座，渣男也紧跟着闯进来了，直勾勾地瞪着志源，刚好被志贺看见了这一幕。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拿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规定说事儿，希望渣男能和志源说拜拜。那渣男显然不乐意，志贺警告渣男以后不许对志源动粗，还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逼他发誓以后不许再碰志源一下。昨天晚上的事就一笔勾销。渣男嘴上说着没问题，心里却开始记恨了。画面一转，志源决定找渣男谈谈，原本是想提分手的，但突然想到如果他和渣男现在分了，渣男和绿茶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结果还是没个准儿。就在这时，渣男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为昨晚的暴力道歉，但话音刚落就开始指责别人，说如果不是那么夸张，志贺也不会来管这闲事。不过他现在觉得必须得好好教训一下女朋友了。世源突然问了一句，他昨晚被打是不是就直接回家了？这话一出，渣男立刻汗如雨下，因为昨晚他和绿茶一起回到楼下，绿茶决定要勇敢做自己，对着渣男脸上就是一个热吻，然后快步冲进了小院里。只在那一刻，勇敢做自己。面对志源的提问时，渣男撒谎说昨晚挨打后就直接回家了，但志源心里明白，男友肯定和绿茶之间有什么事情。一回到办公室，金科长就叫上志源和朴组长一起吃午餐，巧的是只留下绿茶和渣男，这不是给他们俩创造机会的绝佳时刻吗？志源就请渣男男友一定要带着绿茶好友去吃点美食，还递给他信用卡让他随便刷。渣男听了乐得合不拢嘴，绿茶那边也是两头下注。金科长这顿饭简直就是鸿门宴，他拿走了志源的企划案交给老朴亲戚看，还不忘在上面加上自己的名字，说是为了事情顺利，其实就是想占便宜。金科长还故意挑刺，说企划案细节不够完善，得换包装和材料，还要请明星来提升品牌价值呢。这可完全违背了志远最初的意图，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他当即表示反对，没想到金科长勃然大怒，怒斥那些职位低的只有照做才有出路。于是项目刚定下来，
志源的名字就被去掉了。另一边，渣男带着绿茶进了一家高档餐馆，光是点了一瓶葡萄酒，绿茶就觉得这男的不赖，不仅有品味，知识也丰富，还是大公司的员工。最重要的是，渣男算是志源交往过最得体的一个，而渣男自己则以为绿茶肯定对他着迷了。同时，志源气得直接走出了餐厅。普组长感觉开除的提议不太合适，但其实老普在背后推动这个计划。问题是参与的人太多，老普的名字必须得列上去。换句话说，他是故意找理由要开除志源。志源一到公司就接到了34万韩币消费的提示。仔细一想，钱是因为不会跟人斗才会过得那么苦。而这一世，他决心不让无良之人再夺走自己的一切。在办公室，老普把计划书交给志贺审查，说金科长做事能力强，只是运气不佳。但志贺拿起计划书仔细查看，发现里面没提志源的名字。他记得自己有份相关的计划书在写，不由得开始疑惑。离开办公室后，立刻发信息给志源，询问他的计划书写得如何。志源想要靠自身力量对抗坏人，回复说还在努力写。志贺那晚带志源去的是一家私人柔道训练馆，志贺递给他一套运动服，让志源快点换上。他教了志源一些基础动作。志源领悟到一个道理，一旦上了擂台，目标只能是打败对手。最后志贺还故意让志源赢了一局，帮他找回了信心。第二天，志源就像变了一个人，紧紧盯住那个无所事事的金科长。大女主利用他的金手指开始了复仇的序幕。他和男主似乎都意识到了彼此重生的秘密。原来志源把修改过的计划书交给了金科长，同时为昨天发生的事情道了歉。没想到金科长竟然掏出了一份和志源的创意惊人相似的计划书，强调别以为别人想不到一样的点子。志源发现执行那计划的是老普，心里马上有了计策。他立刻恳求给他一次机会。金科长以为志源投降了，就让他把2个计划合并后提交上来，说看他的表现再决定如何。旁边的绿茶闻声高兴极了，绿茶转过头试图拉拢调组长，说他并不是故意要抢占支援的位置，有时机遇也很关键嘛。接着又夸调组长什么都好，但太直率了点，不太会随机应变。这些其实都是暗示给调组长听的，可绿茶看到对方没什么反应，特意强调他其实想成为他的知心妹妹。一直逆来顺受的普组长不懂绿茶那颗心机深沉的心，慷慨地说以后就一起努力完成项目吧。而志源记得不久之后，老普会在飞机上因使用暴力而丢掉工作，他的弱点已经掌握在他手上，现在该怎么利用呢？正在这时，绿茶邀请志源和大家分享蛋糕，休息室里的气氛变得很微妙。普组长感慨绿茶对志源真关心，接着突然话锋一转，问志源什么时候能整理好企划书，建议在金科长审阅之前。我觉得和大家分享这个好主意挺不错的，当然绿茶你也在内。志源就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新策略告诉了所有人，还建议用老普的名头来做这事。这话刚好被路过的志贺听见了，于是计划得到了金科长和董事长的孙子刘志贺，还有部门经理老普和志贺爷爷的批准，就这样正式启动了。人们都开始觉得老普亲切又顾家，形象变得超级好。新产品一推出来，大家的反响可真是太棒了，老普乐得合不拢嘴。他最想感谢的人就是那个建议用他名字的人。话说回来，出主意的还是志远，但金科长想捞功劳，就撒谎说是自己想的。高兴过后，老普打算出国学志贺，去开拓国际市场。这样一来，不就升职加薪，娶个白富美回家了吗？他还承诺了呢，到时候金科长你也能跟着沾光。实际上，志源这么做是在冒险。绿茶以为这次的项目十拿九稳，还特意请志源吃了炸鸡。可恶的是，渣男买的正是绿茶最喜欢的味道。志源看了看情况，说自己要出去跑个外勤，但他还是提醒了渣男，记得以前我们俩坐在飘窗边，一边吃炸鸡一边看夜景那会儿，感觉真的挺美的，看着像是炫耀恩爱，实则是在提醒他们约会的时候怎样才能营造出浪漫的氛围。第二天，志源给老普打了个电话，直接把事情给说清楚了。现在手头上的项目完全是我自己的心血，他对被踢出团队表达了强烈不满。这事儿让老普气得直接把电话给挂了。志源心里默默祈祷这次能赌个好结果。电话一挂，老普就开始找人麻烦，全程都被旁边的乘客给录了下来。因为旁边有人坐着，老普就开始不停地敲打空姐的头，接着又打给金科长，狠狠地训了一顿，责怪他没把携起滑案件的志源处理掉。然后因为不守飞行规则被提醒了一下，他竟然还动手打了空少。这事爆出来之后，老普直接就被给免了职，这让绿茶心里慌得一塌糊涂。而志源呢，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他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志贺。志贺过来是为了告诉他金科长被处理了。他正打算走的时候，不小心把志源的手机给撞到地上了，手机里正放着一首英文歌。志源说他挺喜欢听帝哥的歌，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原版。他说比起帝哥的赫赫名声，他更爱听 C 歌。志源这么一说，脸上的表情突然僵住了。志贺反应过来后，笑容也消失了，因为帝哥的专辑是2020年才发行的，而 C 哥的是2017年的作品，但他们现在所处的是2013年。两个穿越者终于意识到了对方的身份。
志源详细的向志贺讲述了自己是如何穿越的，以及穿越之后的各种打算。他特别强调，命中注定的事还是会发生。如果绿茶不同渣男结婚，她的命运可能就会落在丈夫和闺蜜手里。志贺对那个规定完全没意识到，变化的唯一之处就是他请恩浩去同学聚会，澄清那些误会。志源挺好奇的，他是怎么知道同学聚会的事的？志源也在想，他的葬礼会是怎样的情形？志贺感觉很难过，很多人后悔了。志源听后不住的摇头，觉得他肯定在自我安慰，哪会有人真的后悔呢？参加吊唁的人最多就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说着，眼里开始泛泪。志贺看见这样，提议换个地方聊。一下子他们就到了志贺家门口。起初志源犹豫着要不要上去，但最后还是跟进了屋里。其实志源一直担心自己的结局，毕竟注定要发生的总会发生，所以他问志源避开渣男或分手，然后绝交绿茶，这样不行吗？但志源都是过了，一提分手渣男就疯了似的，说不定比前世早死10年。志贺能否逃到没人找得到的地方？志源一穿回来就想过这么做，但现实不允许，因为他手头没足够的现金。志源知道注定的事最终还是会发生的，于是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然后指着自己的手臂告诉志贺，这里原本有个伤疤，是他替我挨的伤。听完这些，志贺感到一阵心寒，紧紧抓着志贺的手臂不放。如果我没受伤，那伤的肯定是志源了吧？确认之后，志贺看起来很失落，也就是疤痕永远是疤痕，婚还是要结，死亡终究会来临。志贺很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到这里的，但他没吐露真言，只说醒来就发现回到2013年了。第二天一大早，被仓鼠妹妹的电话吵醒，然后心不在焉的来到了公司，直奔部门经理的办公室。老普被解雇后，爷爷派来了一个铁面无私的亲信。志贺心知肚明，表面是补缺，实际是来监视我的。而且这位亲信崔市长是个棘手的角色。这时候崔市长已经查清楚了，志贺喜欢的是志源，还知道他们昨晚一起回的地方。他希望志贺别因为女人而迷失方向，别因一时冲动就把项目交给志源。崔市长建议把项目交给普组长，允许志源作为组员参与。志贺提醒崔市长，希望他也别被女人蒙蔽了双眼，这样才会发现志源才是合适负责项目的人。画面一转，志贺宣布让普组长来负责项目，组员是志源渣男和绿茶妹。志贺坦白说，普组长只是暂时管理项目，加上渣男和绿茶是为了让他们产生感情。绿茶把自己用过的吸管递给了最好朋友的男朋友，让他尝尝那草莓牛奶的味道。渣男虽然表面拒绝，内心却是乐开了花。那晚志贺站在江边，对未来无法释怀，他不愿因为自己的突然去世而给别人带来不幸。冷静下来后，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选择。画面切换，志贺在恩浩的店里喝得烂醉如泥，仓鼠妹妹接到电话，急急忙忙跑来把哥哥带回家，没想到和恩浩意外投缘。第二天清早，志贺一醒来就痛你。这时仆人来报爷爷找他有事，原来是与志贺有婚约的佑拉。他把老婆打人的事情处理得很妥当，虽然他俩都不想结婚，但作为男方取消婚约总觉得说不过去，因此老人家还是希望孙子能去见见佑拉。但志贺已经有了心上人，不想听从爷爷的安排，老爷子感到很是失望。昨夜烂醉如泥的他被妹妹背回家，今早又是一场酗酒，但他坚称即使如此也不会为了补偿自己的愿望而逼迫孙子，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希望他对佑拉表现出最基本的尊重。另外爷爷还想见见志源，但志贺并没有计划安排他们见面。志贺说完就转身离开，他现在知道自己的死期，这一次他决定要守护的人绝不会因为任何其他原因退缩，我得做到不留下任何遗憾。志源幸福不幸福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这边公司都在议论涨风的股票，渣男一听这事就把锅甩给志源，他借口说是为了自己才卖的，还好他手里有科技股，不然真的就跟志源说拜拜了。志源一好奇打开电脑一看，好家伙，好久不看居然涨了7倍。这时候渣男正好被绿茶看到了，有人就好奇朋友刚才在看啥呢，等到真的点开看才发现是个大牛股。他一边埋怨志源太狡猾，一边把所有家当都压在那只股票上。与此同时，渣男打算带志源去高级餐厅大吃一顿，实际上他是想从志源这儿弄点钱出来。他找借口说是之前卖股票赚的，可他心里想的是跟绿茶有点什么。渣男这点小心思志源怎么会看不出来？于是他就说那钱都买保险了。渣男的计划全泡汤了，一气之下就现出了原形，可转眼间又装成一副好样的。他在想是不是该把科技股也给卖了，志源怎么可能答应，这次一定要让渣男丢尽脸面。于是志源又说他还有点储蓄，只要他不卖股票就借给他。接着他提出这周末带着秀敏一起出去玩玩。转眼周末到了，渣男在女友面前跟绿茶谈得不亦乐乎，而绿茶也不时地给他发现暧昧的信号，这情景简直让志源恶心到了极点。突然志源被一场噩梦吓醒，渣男马上问他怎么了，绿茶一听这话就扑到了渣男怀里。这一幕和多年前那对情侣的画面如出一辙，看来命运的齿轮似乎真的转了方向。看着这熟悉的场景，志源不自觉地回忆起那时候渣男教他骑自行车的日子，
正沉浸在回忆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工作上似乎出了点状况，志源没办法，只能先走了。渣男注意到后面有人在骑车，就询问绿茶是否也会骑，原来打电话来的是N号，两人约定在公司楼下见面，他特别送来一束花，偏偏这一幕被志贺看见，说他不吃醋，那肯定是假的。志源放下花束，推开门走进了办公室。原来自从志贺成为董事长后，就错过了2件事，其一就是崔市长的离职，志贺觉得这个人确实难以驾驭，这也是志源不能当项目负责人的一个原因。尽管如此，志贺还是承诺会在其他事情上帮助志源。第2天，公司为了增进部门间的团队协作，决定开展一项全员参与的录音活动，筹备工作就交给了仓鼠妹妹。她想出的主意是通过竞赛来分配名次，根据名次分配不同的露营设备，最后1名只能获得一个睡袋。结果爱吹牛的渣男一败涂地。志源清晰地记得，渣男最后的排名是倒数，他只能睡在那个睡袋里，而自己拼尽全力也只比他好了那么一点点，好歹换来了一个帐篷。但绿茶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靠着和金科长的关系拿下了第1名，奖品竟是一辆豪华房车。志源感到奇怪，绿茶怎么总是能拿到最好的东西？志源还没缓过神来，就听见仓鼠妹妹和普组长在闲聊，他们把头奖藏在了水边的某处。现在金科长因为受到公司的惩罚没来，绿茶突然有了点子，打算利用志源的男友去抢头奖。在他看来，只要请人帮忙走难走的路就行。他还嘱咐说，想要的东西不择手段去得到。志源这才恍然大悟，绿茶是这么用手段在23年间得到了一切的。这时志贺突然向他走来，志源说头奖被藏在水边，话还没说完，志贺就准备去帮忙，但是被志源拦住了。他希望两人能保持现状，志源不想让自己的不幸影响志贺，他只希望偶尔能有人倾诉，但志贺却拉开上衣领口，露出胸前心形的图案。志源立刻认出那是父亲的画作，通常画在零花钱上。志源摇了摇头，表示零花钱不必非用不可，他只是想和零花钱说说话，希望零花钱能幸福。这次志源想要靠自己。镜头切换，志源走到了河边，代表第1名的旗帜在对岸飘扬，他二话不说就下水了。与此同时，仓鼠妹妹从营地老板那里得知了些什么，那河有2米多深，水里还长满了滑溜的水苔。志贺偶然听到后马上转身跑了。这时志源已经走到了河中央，水已经慢慢漫过胸口，突然一脚踩空，整个人瞬间不见了。女主和绿茶闺蜜终于正面撕破脸，绿茶闺蜜竟然戴上了渣男送的项链，她们俩笑嘻嘻的去争夺第1名的旗帜，但到了河边才发现旗帜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拿走旗帜的正是志源，他不顾一切的争取第1，只为晚上不跟渣男同睡。因为前世自己得到了帐篷，结果绿茶搬进了房车。那晚渣男借酒浑水，提出各种要求，纠缠不休，志源只好陪他到凌晨才回来。这一次如果自己睡房车，那么绿茶就得睡帐篷了。想到这，志源决定躲开，毕竟游戏还没结束。他一出去就碰到了志和，志源坦言自己的担心，这一世的生活和上一世如出一辙，所以他想要改变，什么都愿意尝试。2人就这样在小树林里散步。志和好奇志源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志源说渣男向他借了钱，出发前还买了项链，但这家伙脑子简单，想追谁就送项链，自己以前也收到过，当时还傻乎乎的觉得挺幸福。但绿茶的项链看起来更贵重一些，大概是自己比较容易成功吧。志可听了这句话，对志源有点心疼，觉得这没有什么，他正在努力摆脱那种人。而今天他要开始实行脱身大计，首要的是得确保绿茶拿到帐篷，接着尽可能让渣男喝醉。在另一头，绿茶把同事的名牌给撕了，从同事手里拿到了第4号棋子。突然他看到了志源，马上就猜到是好朋友得到了第1名，于是偷偷跟了上去。这就是开头发生的那一幕。看着绿茶偷鸡不成蚀把米，志源跟他说这只是游戏，可别生气啊。说完就洒脱的转身离开。但志源心里还是有点不忍，明明走了好远，又决定回头看看情况。等他回去，绿茶已经不见踪影。绿茶肯定志源会回头，所以藏起来准备埋伏。转眼到了晚上，主持人仓鼠妹妹要公布今晚的第1名了，究竟谁得到了房车呢？原来志源紧抓住了绿茶的脚腕，狠狠地给了他一顿教训。在颁奖结束后，气愤不过的绿茶故意找志源麻烦，不懂为啥他不能挑明了说。志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本来打算不理会，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弄得他倒像个坏蛋。志源直接摊牌，明说已经不再喜欢绿茶，明明努力低调，还是没藏住，结果藏不住被人识破了，干脆直接开诚布公的说了，然后就明确说要嫁给渣男了。我总不能老跟绿茶形影不离吧。志源这么一说，就离开了洗手间。绿茶呆呆地站在那儿，脑海里全是要怎么报复志源的念头。他盯着不远处的渣男，眼神交汇时向他发出了暗示，手不自觉地摆弄着脖子上的项链。果不其然，渣男晚上就找到了绿茶，转眼间就逾越了朋友之间的界限。远处的志源看着这一幕，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眼眶竟红了起来。就在这时候，志贺挡在了志源的视线前，坚定地拉着志源离开了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但他们没走多久，
志源终于忍不住情绪了，就这么蹲下来了。志贺对他说，一旦踏上决斗的舞台，不能心软，既不能顾及对方的伤痛，也不能管自己的，只能怀着一定要赢的信念。女人用红笔在好友的照片上画花，只有那张3人合照她犹豫了，她不断地用笔点着好友的男友。志源发现自己真傻，被渣男和绿茶欺骗来欺骗去。志贺安慰他说，一切都结束了，剩下的就让那俩人去自生自灭吧。结果志源赢了。其实志源真的很感激志贺的支持，有了他，这13年自己才不会觉得孤单。出乎意料的是，志贺说他的人生就像用右手写小说一样别扭，笔记整洁排列有序，没烦恼更无冲突。他后面的话憋在心里，反正回来了心里美滋滋，和志源聊天乐此不疲。他俩还以为渣男对绿茶动了情，谁知第二天一大早，渣男却直接上门来问志源关于昨晚的男友睡袋，连个问候都没有。与此同时，绿茶眼巴巴盯着他们，看得出来他不愿志源幸福。昨晚渣男跟绿茶吵架之后，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告诉志源，说什么只有他知道就够了，志源知道了会难过。绿茶听了那话，心里那个憋屈，但谁都没想到渣男居然想现实一点，俩人关系太扑朔迷离，不想再死缠烂打悄悄摸摸，还不如留个好印象。从没吃过亏的绿茶怎么可能就此甘心？吃早饭的气氛微妙得很。志贺和志源眼神交流，绿茶躲着志源，但目光紧紧追随。志源被渣男的热情搞得一头雾水，旁边的志贺也感觉出了异样。回公司的路上，志源确定了渣男昨晚对绿茶做的事，出乎意料的，他竟然没提分手，更渣了出乎预料，也就是志源的计划泡汤了。后座的绿茶也在琢磨着，他该怎样破坏志源的幸福呢？第二天，公司恰好有个任务，让渣男和绿茶去做市场调查。渣男起初装作左右为难，他女朋友刚和绿茶有过争执，但他听说志源要和普组长成一对，立刻兴奋起来。他们哪里知道，这都是志贺的布局。不一会儿，绿茶偷偷递给志源一封道歉信，那信写的情感真挚，字里行间充满了感动。如果志源没经历过那一死，他或许真的会选择原谅。N 号回忆志贺喝醉后曾经说过，他的人生就像右手写的故事，笔记端正，情节流畅，只有江志源这3个字是他左手写的，斜斜扭扭，笔记和内容都一团糟，这让他特别在意。所以志贺觉得 N 号更应该得到他，因为10年后的他还活着。与此同时，绿茶和渣男工作间隙，他总是想方设法吸引他的注意，虽然千方百计，但最后都没能如愿以偿。渣男终于尝到了苦果，一夜之间债台高筑。然而女主角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原来绿茶是故意引渣男到仓库，然后突然停下他的动作，试图让渣男给出承诺。渣男当然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随便编了个理由想敷衍过去。就在那一刻，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有人因为食物过敏喘不过气来，渣男才想起他俩刚去取过敏警告牌，顾客很快被急送医院。作为负责人，渣男不得不付了医药费和救护车费，还得额外给了一大笔慰问金。绿茶觉得顾客太夸张了，过敏就应该自己多注意，渣男却认为只要事情不被公司知道，有钱能解决的就不是问题。绿茶不懂他哪来的自信。渣男说他投的科技股票赚翻了，但还没等他说完，电视新闻里报道，科技股市的大佬逃到了国外，已经失联27天，股价因此狂跌。第二天，渣男在公司大发雷霆，而志源装傻充愣的提建议。越听渣男越是心烦，损失超乎想象，因为他还贷了信用贷款，总之是烦恼满满。就在这时，又是一通电话打进来，志源匆忙离开了办公室。渣男实际上还借了一大笔高利贷，志源其实都清楚，志贺也担心可能会出事，嘱咐要继续盯紧渣男。镜头转换，渣男对绿茶说他曾经爱过他，如果没出这档子事，可能会爱得无法自拔，但现在他必须娶志源，其实就是让绿茶别多嘴，不要揭穿他们俩的事儿。绿茶当然懂这意思，他就冷静地告诉那渣男，他不会把什么都说出去，因为他希望他能幸福。但渣男被绿茶的神情吓到了。下班之后，渣男邀请志源一起吃饭，直接向他提出结婚。志源回想起前世的事，没给出回应。渣男以为是因为自己变穷了，志源才会犹豫，而志源呢，只顾着吃，一句话也不说。志源对志贺说，只要他做的跟上一世相反，感情戏就能免了。志贺养的大橘猫就是志源上学时喂过的那只撸猫。之后，志源坦白了渣男想和他结婚，只是为了向家里要钱，信用贷加上高利贷，至少也有几亿韩元呢。志贺担心这么下去，渣男是不会放弃跟他结婚的念头的。画面一转，无数无人机升空，在空中拼出春日2个字。志源对此感到震惊。这时渣男突然快步走了过来，单膝跪下，打开戒指和开始求婚。旁边的朋友们鼓起掌来。我的一个快要参加我团的关林格尔，游泳的绿茶死党推到湖边，用扔沙包的方式逼朋友原谅，但朋友一跳下去救人时，那家伙突然睁开了眼睛，紧紧拉着好友一起往深水里沉。其实吧，甘蔗男打算花很少的钱向志源求婚，这事儿正好被志贺听见了，于是他立马就说，因为那次起花案，公司打算给志源一个补偿，
决定在他生日那天提供一栋别墅办个派对。甘蔗男误会了，以为志贺对他女友有意思，不过他一想，这不正好可以用来求婚，没多想就把求婚的打算说出来了。求婚仪式一结束，甘蔗男很自然地把手搭在了志源的肩膀上。绿茶看到后，故意用画框去敲打。你怎么想出这么浪漫的主意的？甘蔗男立马明白了绿茶的言外之意，就把手从志源肩上撤了回来，大方地说只要女朋友开心就好。休息时间，绿茶主动走到志源面前，请求他消消气，原谅自己这次，希望这次能像以前那样好好的。但绿茶的假意，志源记得清清楚楚。一下之下，他立刻甩开了绿茶的手，清楚地表明了不会原谅，转身就想回派对去。突然绿茶喊了一声，他已经站在跳板边上了。话音未落，又往后退了一步。不远处的志贺听到了扑通一声，搞不懂绿茶怎么就掉水里了，他像是严重溺水似的往下沉。就在这个时候，志源也跳进了水里，但就在他抓住绿茶的那一刻，与此同时，志贺使出了浑身解数朝湖边狂奔。一会儿功夫，那俩掉水里的人背就上来了。志源洗了个暖乎乎的热水澡，感觉好多了。绿茶倒是回房睡大觉去了。志源只好跟大家解释说，闺蜜喝多了，意外才发生的，领着众人各自回房休息。志源心里对刚发生的事情还是心惊胆战。话说回来，渣男一回到房间就掀开被子，看见绿茶正躺在床上，心里还是不放心，决定去客厅看看志源的情况。这时才说出了心里的真实想法，原来绿茶是故意跳水的，一开始以为他就是贪图自己的财产，想着跟那渣男结婚后自己就能幸福了，现在才明白自己太小看这个人了。绿茶拼命地拉着自己想往更深的水里沉，虽然志贺没说什么，但是志源感到了安全。就在这时候，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原来是仓鼠妹妹半夜起来找水喝。为了避免麻烦，志贺赶紧抱着志源藏到柱子后面。这一刻，他们的感情又深了一层。第二天去上班，志源故意在同事面前炫耀他的1克拉大钻戒，还散布自己跟甘蔗男订婚的消息，给志贺使了个眼色。志源的计划是悔婚，真相大白的时候，甘蔗男会受到致命一击，下一步就是清空他的家当。公司里头，仓鼠妹妹得知甘蔗男要带支援，兴奋地跳出来提议。通常好男人这时候都会给女朋友整套新装备，鞋子加包包的，可是送鞋似乎又有点不太吉利，那就闺蜜来操办吧。志源听了，假装超期待的样子，正好堵住了那对不情愿的绿茶和甘蔗男。当晚，绿茶就送来了一双鲜红色的高跟鞋给志源，和他当天劈腿时穿的一模一样。上一世里是绿茶让志源送的生日礼物。此外，志源还想请志源去上厨艺课作为赔罪，这课程是甘蔗男妈妈经常去的。志源想了想，就干脆答应了。绿茶这么做到底什么意图呢？明知道烹饪课是个圈套，却还故作重击的样子，然后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接着又忍不住开心大笑。第二天，两人一到烹饪班，就听到渣男在那咒骂5小时的停车费用，完全不顾商场的规矩，怒气冲冲地挺胸抬头。服务员不知是碰上老太婆心情不好，还是故意找茬的，一屁股把志源挤到一边，还把他的包扔到对面，声称那位置是他的。重生后的志源一点也不想让步给这恶婆，可这人根本不讲道理，不断用身体挤。绿茶看到这一幕，马上拦下了想要辩解的志源，嘴上说着就这么定了吧，心里明白对方是谁。这么一来，自己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志源立刻受到未来婆婆的白眼，事情正如他所料，向着他想的方向发展。可恶的婆婆已经把志源当成没教养的人，目光里满是敌意。在厨艺上，绿茶尽力表现自己，婆婆看了还夸她手法利索。接着话锋一转，讽刺志源做事慢吞吞的，说她在家里一定没怎么干活。但志源不管她怎么说都不搭理她，偶尔反击几句，还说男朋友答应给她做饭。绿茶听后心里不是滋味，而婆婆却说他们那个年代男人不用下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帅气的烹饪老师进来了，婆婆立马去告状，说有女的来这儿就是为了勾引男人，提醒老师要小心。志远一脸鄙夷的吃了块胡萝卜，谁都没想到志源的厨艺这么棒，都是被婆婆逼的。老太太看了心里不爽，故意找麻烦，说光看起来好没啥用。说完就一把抓了起来往嘴里塞，难以置信的又吃了一口，结果味道好极了。绿茶心里那个憋屈啊。烹饪课结束后，两个人碰巧遇见了那渣男，志源故作亲昵的挽着他的手，一副撒娇的样子，问何时能见到公婆，明显是让旁边的第三者听到的。绿茶很聪明，说自己有别的约就先走了。不过在他走之前，他狠狠捏了志源的胳膊一把。另一边，志贺看到了一条贵重的项链，不由得想起志源提过渣男送过他一个便宜项链的事，他决定买下这条项链送给他。同时，志源希望男友能给他买一个绿茶同款的包。起初他觉得包太贵，但他对售货员说，她男友是大公司的传奇，喜欢的东西无论什么都会买给他，这让他感到很有压力。实际上，志源深知渣男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在这种极度吹捧下，志源感到前所未有的开心。那晚，志贺一下飞机就直奔爷爷的病房，老爷子对他爱上一个有主的女人表示不满。
但对于大岛别墅和无人机派对，他真心把孙子看作未来的接班人。直到这一刻，志贺才意识到自己失去的比想象中的还要多，包括爷爷的关爱。他紧握老爷子的手，承诺要好好表现，然后深情地拥抱了爷爷。画面切换，志贺到了志源的公寓楼下。此刻他开始犹豫了，是不是该把刚买的项链送给志源呢？这就对了，这才是女主的风范，直接跟恶婆婆正面对决。志贺还在犹豫的时候，正好在想要不要把项链送出去，志源突然出现了。他赶紧把礼物藏到了后座，心里奇怪志源怎么会在这儿。志源只能说是因为太想他了，同时还透露了些事。从小就被安排好了未来，一直都是为了公司在努力学习。志源用志贺之前安慰自己的话来安慰他，还有自己刚重生时的想法和未来计划。说到底，让绿茶嫁给渣男只是个过程，重要的是要活得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见自己喜欢的人。但志源没这么说，而是说成了和朋友见面。志源这么一劝，志贺感觉好多了，很快就要见家长了。婆婆打算给点颜色看看，决定故意迟到来显示威风。这时候，渣男收到绿茶发的短信，说他在楼下等着。这次来主要是提醒渣男，他只能是绿茶的。镜头切换，渣男先到了酒店，发现自己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志源还没到。婆婆正准备发飙，这时一个女人踩着高跟鞋，穿着露肩装，腿上套着渔网袜，披着貂皮大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把那恶婆婆一家子都惊呆了。出现的正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准儿媳。今天是见家长的大日子，我们的女主角江志源。婆婆立刻就认出来了，就是烹饪班里最不带劲的那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啥家庭出身。大家刚坐下，她就开始找茬子，指江志源，说人家父母双亡，一看就是没家教的。但志源说自己23岁那年父亲才去世，家教是受够了的。至于妈妈就另当别论了，她在志源14岁的时候就跑了，一直没有回来。幸好这些没有影响到她，不过妈妈是因为有外遇才离家的。婆婆想要纸巾，伸手去拿了好一会儿，志源装作没看见。这下子恶婆婆尴尬地挥了挥手，直言对志源不满，说志源家里没大人管，教育肯定没跟上，不过现在肯学还不晚。这话一出，婆婆开始定规矩，男人不进厨房说事会失去阳气，这是她认定的真理，非得让志源给她宝贝儿子做早餐。还有就是要生3、4个孩子，能多则多，多生几个更好。但在结婚前，婆婆坚持得带志源去医院检查一下生育能力怎么样，因为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杂乱，意思是担心志源不够检点。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恶婆婆盘算着婚后要恢复祭祖仪式。我简单说一句，在南朝鲜祭祖那事儿，得让儿媳一大早起床，忙前忙后准备一堆人的饭菜，那真是够呛的累活，还得包括给早逝的红东白西祭拜。这些志源都一一答应了。到最后，恶婆婆又弹出一条，希望婚后志源还得继续工作。听她这么一说，婆婆立马火冒三丈，大声嚷嚷说养孩子得花不少钱，怎么可能辞职在家闲着啊？志源解释说她不是去玩，婚后得照顾公婆，还得服侍老公，再加上教育孩子，一天24小时都嫌不够用呢。这下恶婆婆直接憋气走人了。家教真的太关键了，说到底女儿是没资格祭拜父母的。配合的戏码到此为止。志源质疑这位老太太，她凭啥给自家父亲定罪？那个烂男友，还有她那个渣爸和毒婆婆，当场就想发飙，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志源突然站起来，高声宣布她不嫁了，别人家的女儿可能和这恶毒婆婆的儿子一样。志源帅气地走出了酒店，那渣男还想追出去。志源顺手告诉他，他们俩从现在开始正式分道扬镳了。渣男不服气，想要耍横，但志源记着，志和曾经教过女生，要想把体型大的男生摔倒可不容易，所以必须趁对方毫无防备之时下手，直接把他扔倒在地。甘蔗男还有那个绿茶闺蜜报应来了，甘蔗男被志源给甩了，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直奔他家门口去了，气冲冲的要个说法。志源在志和的帮助下，已经搬到了他的备用公寓，开门的却是个壮汉。看到这情况，他赶紧点头哈腰，说话的口气也软了下来。第二天去上班，甘蔗男那股子气还没消，恰好志源也来到了公司，他正想问女友昨晚咋回事，可志源抢先一步出声了。渣男刚想反击，志贺及时阻止了他，他在那儿叫嚣不公平，说自己挨打的时候没人管。志源冷笑说，所谓的公平就是爱也得平均分给2个女人。这话一出，公司里的人全都在偷听，都等着后面的八卦呢。志源从包里拿出一根红绳，直接扔到甘蔗男头上。甘蔗男一下子想起来了，昨天相亲前他确实跟绿茶在车里吵过，他紧张起来，责怪女友乱翻自己车，不小心就承认了出轨。绿茶闺蜜察觉到了不妙，自己的红绳还在呢，她正准备摘下求婚戒指砸渣男，却吓得她直躲。志源觉得挺好笑的，于是用力一扔，戒指飞速穿过人群，砸在了楼梯的转角处，假钻石当场碎成了一堆。办公室里那对交往了7年的情侣，男方出轨的消息迅速在公司里传开。与此同时，绿茶坦诚那个胖子不是他的孩子，难道还有其他人？渣男已经懒得去解释了，气得坐在花坛边上。其实是志源故意买了渣男喜欢的款式来陷害他的。
没想到计划这么顺利。甘蔗男愈想愈是生气，决心去找智媛问个清楚。但绿茶告诉他，不管怎样，出轨的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绿茶在安慰甘蔗男，说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虽然方式不对，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哪知道，他们的对话被志贺全程监听着，头一转志贺的心腹故意带着复制的荆轲出来透透气。这时绿茶正捧着渣男的脸，深情地对他说，结婚不一定非得是因为爱情，却被对方冷酷地推开。甘蔗男让绿茶面对现实，他不是适合结婚的人选。志远毕业的他不仅存了不少钱，还能自食其力。绿茶就不同了，除了漂亮外一无是处。渣男承认俩人吵架的时候感觉确实不错，但仅此而已。至于结婚别做梦了。绿茶还没来得及生气，金科长就忍不住了，他一声大喊，冲上前去跟渣男拼了，边吼边说怎么能这样对待绿茶。喧哗声引来了一堆同事，接着大家都猜出了渣男的另一半是绿茶。公司论坛上开始热议批评他，麻烦接二连三，都是因为渣男和绿茶上次的过敏事故，结果没能上头条，项目的产品也被商场给冷藏了。渣男赶紧解释说他们俩是因为工作才离开的，众人一下子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影响实在太坏了。崔市长都希望渣男换个部门，而绿茶做了2年半的实习生，公司希望他能辞职。回家以后，绿茶还不愿意放弃，死命的给志远打电话想解释，但电话始终没人接。他突然掏出一本子，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第二天一大早，仓鼠妹妹急着让大家去1楼看，那个过敏的客户来了，手里拿着封手写信，大声要求见志远。那人情绪特别激动，说今天非得要个说法不可，甚至推开阻拦想闯进来。志远面对这情形一点也不怕，直说自己就是他想找的人。谁知那顾客的妻子一听，来了个响亮的耳光，差点把志远给打懵了。但那位妻子显然没打算就此罢休，质问着为何她丈夫要装死来补偿，把自己的失误怪到别人头上也太不应该了，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志远并没有动怒，他想看看顾客手机上的那条信息，拿过手机一看，原来有人仿照自己的笔记写了条信，信里写着我公司的关键人物江志远，信中说公司里的那点事儿都传错了，那个渣男确实喜欢上了绿茶，但绿茶根本就没有搭理他。事实上绿茶本身就有魅力，我现在正面对一些不得不接受的事实，那个所谓的商场过敏事件不过就是想骗取赔偿的把戏，明明没看清楚就乱吃，过敏体质严重的人哪会这么大意？绿茶被这么指责，我看了也觉得很心疼。信的结尾是江志源落款，甄志源气到笑出声来，他明确指出这信并不是他写的，笔记虽然是他的，但这事儿有蹊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模仿的这么像。话音刚落，他就目光炯炯地盯着想溜的绿茶，志源迈着大步冲向绿茶，然后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他话还没说完，就紧抓住绿茶的肩膀，径直把他拖到顾客面前，随后一下子就把他摔倒在地，不给他反应的机会，迅速翻出他包里的手机。志源手到擒来地解开绿茶手机的锁，点开那个发信的 app， 那封信就静静躺在那儿。绿茶没打算乖乖投降，他在寻找逃脱的机会。顾客看过之后立刻改变了态度，首先向志源表示了歉意，认出绿茶就是跟渣男一起去医院的，就是没给他耳光。这时候绿茶已经打定主意了，立刻向顾客道歉，甚至不介意跪下磕头，随后转向志源，泪流满面地求他原谅。可志源不打算给机会。就在这时，绿茶爆出自己怀孕了，看看志源的反应，他看起来有点心软。那晚不知所措的渣男喝得酩酊大醉，就直接躺地上睡了。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手脚都被绑起来了，渣男以为是债主来讨债了，大喊家里有钱，保证一定能还清。不一会儿他就被释放了，其实绑他的是志和安排的戏码，目的是为了吓唬渣男赶紧凑钱。渣男一回家就跪了，因为妈妈曾承诺他结婚生子就给他买房子。渣男原计划卖房还债，但妈妈因为另一场相亲把买房的钱取消了。一回神，渣男就跑去绿茶房间哄她，说志源心软，肯定会原谅他俩。其实渣男另有算盘，精明如绿茶难道会被骗？为抓住渣男的心，绿茶不惜去二手市场出高价买了2根显示2道杠的验孕棒。谁知渣男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打算利用绿茶肚子里的孩子。他把那番话又对绿茶说了一遍，换句话说，注定要发生的事总会以别的方式出现，但唯独志源知道这背后的真相。渣男其实是不育的，他还搞不懂绿茶究竟打的什么算盘。诚实的崔市长向老头子报告了情况，说志源的品行和能力都没问题，是他被渣男和绿茶给陷害了。现在这2个人已经受到了处理，连当初抢走企划案的老金也被降职成一个普通员工了。老头子了解了整个情况之后，想要亲自见一见江志源。第二天一大早，志源就出现在了董事长的家门口，他们聊了许多事情，家里的佣人把这些都告诉了志和，志和马上闯进了客厅。爷爷提醒孙子别那么急躁，否则会吓到客人的。志和在志源离开时很想知道爷爷都跟他说了些什么，但志源对老头子的评价很高，他坦诚地向他吐露了所有发生的事，并没有感到一丝后悔。
甚至老头子还提到他的私生活，安慰他踩到便便并不是他的错。志贺确信渣男和绿茶很快就会走到婚礼的殿堂，因为渣男现在已经一贫如洗，债务缠身。志源不太懂他的意思，其实志贺已经查清了渣男的财务状况，他借了所有能借的钱，还款的压力山大，连工资都快不够他还债了。可说这并不是事实，他只是不想做之前的那些事而已。这话里有话，他对志源有点心动。镜头快切，转眼就到了圣诞节。N 号突然打电话给志源，结果被仓鼠妹妹接了，还巧妙地促成了他们的约会。可当他向哥哥炫耀时，明显的志贺不是很高兴。N 号和志源的那点事就不提了，反正最终他会和仓鼠妹妹在一起。志源在约会中脑海里全是和志贺的甜蜜回忆。约会一结束，他就含蓄地拒绝了 N 号，说他是个不错的朋友，很开心能再见面。N 号挺聪明，马上就懂了他的意思，他们之间就没有那层关系了。志源转头去找志贺，有些心里话想说。志贺把他带回了公寓，里面已经布置成了圣诞风。志源坦言自己去和 N 号约会了，并说出了 N 号对他的感情。出乎意料的志源说，知道那天他在桥上站了很久，但他不懂为啥要拒绝 N 号。志源也觉得 N 号不错，毕竟上辈子他喜欢过他，但现在心里已经变了。志源决定说出真心话，和 N 号在一起时，他总是会想到别人，那个人懂他的一切。接下来是个福利剧情，真正喜欢一个人，不仅仅想要拥有，而是希望他幸福。志贺想到了自己不远的命运，强忍住那一刻冲动的心情，突然把志源推开了，坦诚自己并不配得上爱情，不想让志源以后有所后悔。于是他抓住了他的手臂，看似无情，其实是舍不得的推他出门。紧跟着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就把公寓门给关上了。第二天早上，志源被闹钟吵醒，他进了公司，发现志贺的座位空着。旁边的普组长告诉他，听说志贺身体不适，今天请假了，好像是感冒发烧。到了晚上，志源熬了点白粥，边熬粥他回想起以前甘蔗男病了，自己也熬粥送去照顾他的情景。那人不但不感激，反而大声责怪，说熬粥不过是为了哄他高兴，只是为了感动志源，最恨这种做作的行为。现在志源又做了同样的事，他感慨自己一点没变，心里担心再次受到相同的对待，犹豫着不敢按门铃。就在这时，屋内突然传来猫的叫声，志源顾不得礼数，直接输入密码打开了门锁，急匆匆地冲进志贺的公寓。一进屋就发现志贺躺在沙发旁边昏迷不醒，志源马上蹲下身子试图叫醒他，却没有任何回应。摸了摸才发现对方烧得很厉害。志源正想扶志贺去看医生，他忽然睁开了眼，迷迷糊糊中以为自己在做梦，以为不该在这里见到志源，接着就紧紧握住了志源的手，倾诉了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志贺关切地问志源是否感到身体不稳，多么希望他当时没在那条船上。志源听着突然想起了什么，就是很多年前在公园和一位大叔说过相似的话，遗憾的是当时没能看清楚那人的脸，现在那些模糊的记忆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没想到那个大叔就是现在的志源。志源激动地拥抱了他，转眼间已是第二天。志贺醒来，惊讶地发现志源就在旁边，他害羞地紧抓住志源的胳膊，试探着询问昨晚发生了什么。志源误会志贺是想撇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赶紧解释说自己吃了药，意识有些模糊，以为一切都是梦。志源把昨晚发生的一切详细的一一道来，然后紧紧地抱着他，说自己可能会后悔，但愿意和他一起承担后果。志源觉得与喜欢的人相爱就是魂穿的意义。志贺终于打开了心扉，决定和志源一起面对所有困难。这里讲句题外话，这个身高差我好爱。早上上班，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渣男却嫉妒不已，愤怒地在仓库里乱砸东西，发泄他的不满情绪，完全想不通志源的想法。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渣男突然有了主意，决定把绿茶带去见妈妈。这人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谎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说出口。老爸一直热衷于做生意，妈妈是个教书的。老爸在世的时候，我们家特别和睦，反正用了一整套招数，把未来的婆婆哄得特别开心。可一旦渣男他妈一走，这两口子立马露出真面目，一个拼命想嫁给渣男，一个想尽办法利用绿茶，到处跟妈妈要钱还债。渣男最后准备跟绿茶结婚，但突然在家人面前大发脾气，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就在前一天，志贺知道了他们要在皇冠酒店结婚，可是他们没告诉老公。提到这个酒店，志贺就有所感触，因为他上辈子也是在那儿结的婚，那地方对每个新娘来说都不吉利，所以志贺觉得一切都完了。一大早，志贺带他到海边，他俩在那儿过了个美好的一天。日落时分，志贺很好奇会不会对曾经的女友说今天是我们开始交往的第一天之类的话。志贺在想志源啥时候能改口叫他。志贺跟志源说以前女友怎么称呼他都无所谓，话还没说完就深情地吻了他一下，表示他心里只有志源，那个人就是江志远。第二天一大早，公司里议论纷纷，原来老金占了科长的位子，明明他之前被降职了，这人还对新来的普组长颐指气使，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椅子是认主的。就在那一刻，志远给了个眼神，
平时老实忍让的普科长拦住了老金，追问他那个企划案为何还没提交，还警告说如果创意不够勤奋度也不行，那他就真的很难办了。但也别太担心，顶多就是情况会变得很糟糕而已，得记得要分清高低，清楚地认识到现在谁是科长，坐在这位置你不觉得别扭吗？这番话说下来，老金终于老实了。当晚为了庆祝晋升，朴科长邀请大伙儿去他父母的烤肉店吃饭，老板亲自端上最好的牛肉招待大家，还请在场的伙伴们以后多照顾一下他们家的宝贝公主。志源看着这对为女儿尽心的父母，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爸爸。不管女儿多大，在爸爸眼里，她永远都是个小公主。志源虽然失去了父爱，但他相信自己不会在逆境中动摇，因为有志和在身边。他终于明白了，幸福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有人支持你就够了。但渣男就没那么幸运了，之前答应给他买的房子，现在只能租住了。婚后期待的蜜月旅行，也因妻子怀孕的理由，只能在国内度过了。至于那些3金首饰和婚纱，也都换成了高仿的。这一切和绿茶梦想中的富贵生活完全是天壤之别。话说还没完，渣男的妈妈找各种理由反对，最后选了一件价格合适的婚纱。那渣男就坐在一边玩着游戏。绿茶彻底爆发了当晚，对未来婆婆的不满全都宣泄出来。渣男连眼神都不给她，还声称这跟他无关，扭头就接着沉迷游戏。第二天，公司公布了渣男和绿茶的婚讯。渣男得知后立刻冲到办公室去追问崔市长这是怎么一回事。崔市长就解释说，按照公司规定，员工结婚要发通知和红包，参加婚礼的人还能请假。其实是志和让崔市长这么办的。晚上志和告诉志源了全部真相，志源听了特别感动，终于有人站在他这边了。这证明了志源爸为女儿找到了个出色的男朋友。与此同时，渣男开始对妈妈和绿茶发脾气，他甩了女友，跟女友的好闺蜜结婚。现在这事儿人尽皆知，他在公司都抬不起头了。因此渣男想弄清楚是不是绿茶放的消息。妈妈一头雾水，冲儿子大发雷霆，然后把怀孕的绿茶带进屋，表面上是安慰，其实是担心肚子里的孙子。反击的大幕终于拉开，但这还不是最痛快的。原来在渣男和绿茶婚礼那天，志和把之前挑的项链送给了志源，因为他认为他值得最好的。恰好这一天志源也复工了。另一头，绿茶身着一件平价婚纱，头戴一套仿制珠宝。即便如此，她还是自我安慰，觉得自己挺美的，毕竟马上就要组建自己的小家了。正在这时，那位渣男的妈妈走了进来，不悦地质问为什么娘家人还没到。正聊着，一位老太太冲进了休息室，她自称是绿茶的母亲，解释说因为交通堵塞才会迟到。事实上，这是绿茶为了掩饰自己的谎言而找来的人。等到渣男的妈妈一走，绿茶连连叮嘱老太太千万别忘了之前吩咐的事。大厅那边，渣男正无精打采地迎接客人，突然看到志和和志源慢悠悠地走过来，渣男立马被前女友的美丽吸引，还没反应过来擦口水，志源已经递过来一个信封。渣男误以为里面是礼金，连看都没看就塞进了口袋，然后志源就和志和一起走了。渣男见状赶紧拆开信封，信封里面并不是现金，而是一张他未偿还的债务账单。与此同时，志源走进了新娘的休息室，看着绿茶的装扮，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过去的样子，历史终于重演。志源微微一笑，夸赞婚纱真好看。绿茶没有听出言外之意，得意地说这是未来婆婆挑的，虽说我不是特别中意，但这毕竟是长辈的兴趣嘛。志源一听就忍不住大笑起来，然后对绿茶表示感谢，接着就把粉色包包扔到地上，直言这是渣男送的礼物，如果将来有用得着的时候拿去用或者卖掉换点钱都行。说完就转身离开了休息室。绿茶听了之后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一直以为是自己从志源那里夺走了渣男，现在却成了别人丢弃的垃圾，不由得回想起志源曾经说过，如果要结婚不要拖，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抹去的路。婚礼在这时候正式拉开帷幕，音乐升起，绿茶走进了婚宴大厅，她就像上一世的志源一样，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只是新郎新娘换成了另一对，婚礼仪式很快就要结束了，志源心里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大家准备散场，施恩浩也到场了，不过他把请柬转送给了别人。他还没说完，3个穿着随意带着不良少年气息的家伙闯进了大厅，正是恩浩给的请柬让这帮校霸来的。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到绿茶面前，目的是因为觉得对不起志源，特地来为他出头。绿茶还没来得及反应，校霸的头头就大声揭露绿茶抢了别人的男朋友，如果他还有点良心的话，志源就不能抓个捧花吗？一说出来全场都炸了，渣男脸上挂不住了，只能自己溜了。这事还没完，渣男他妈坐不住了，冲上去吵起来，但他能拗得过3人帮吗？校霸老大几句话，其他俩也跟着起哄，气得老太太想直接上手，好好的婚礼闹成一场戏剧。过后，仓鼠妹妹想着普科长怎么没来，她原来躲仓库里头疼呢，原因居然是注定的事终将发生。志源和志和刚回到家门口，一个女的突然出现了，正是志和的未婚妻。以为渣男和绿茶结婚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未婚妻又杀回来了。
他这次来是为了和志贺续前缘。佑拉发现未婚夫解了婚约，原来是为了和别的女人好上。佑拉误会志源是潘金龙凤，所以赶紧飞回国，一找就找志贺爷爷去了。尽管志贺之前解除了婚约，他当时也同意了，但毕竟是长辈们的决定。再说他现在也帅了，想再试试看。说实话，佑拉看着就不好惹。志源知道对方是志贺未婚妻，赶紧松开了手，都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孤单一人回到公寓，还没缓过劲儿，就接到了小仓鼠妹妹的电话。志源听到这消息彻底垮了，第二天就带朴科长直奔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不太好，手术排期又长。朴科长心情沉到谷底，志源知道生病的痛苦，紧紧抱着他，让他尽情哭泣，心情舒畅了，身体才能撑得过去。其实志源更害怕的是自己倒霉的命运会传给朴科长，这事儿不是让渣男跟绿茶成婚就能了结的。与此同时，婚后的渣男露出真面目，觉得绿茶太烦了。但直到这刻，绿茶还是不信志源的话，还自欺欺人。她抢了闺蜜的幸福，渣男让朋友帮忙把妈妈买的房转租出去，总共是3亿6千万韩币。他打算让绿茶帮忙还剩下的债，毕竟夫妻的债务是共同的财产嘛。没想到绿茶听见了，公司这边老金利用志源和朴科长不在时，故意挖走了项目的知名厨师，项目因此完全停滞。仓鼠妹妹马上怀疑是他搞的鬼。这时志贺找上门来，因为志源一直躲着他，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在公司里解释。可志源似乎并不想听，因为第二次重生对他们俩来说是个礼物。但志源没把话说完，志贺就问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上辈子结婚的事？原来我们是几年后才断绝关系的，我只是提前行动了。至少你曾有过重演的机会，或许是要告诉我无法调整自己的内心，确实用处不大。志贺这样解释。参加完志源的葬礼，我才明白自己的真心，所以回来后我就立刻结束了那段感情。志源听着，这似乎是在找借口，并不是怨恨志贺，只是他意识到现在得到的都像是个美好的梦。我的妈妈很早就离开了，她说是为了找到真爱，为了女儿才忍耐着，但留下的人还是会感到悲伤。所以志源觉得不管是什么关系，一旦开始就不应该不经双方同意就结束。说完这些，他打算离开，但志贺抓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告诉我这人是致癌专家，我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志源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只是命运现在落在了朴科长身上。拿着名片，志贺走出了办公室。志源回到工位，接到了佑拉的电话。两人一见面，佑拉就开始施加压力，明确说不会再见志贺。但佑拉感慨人生，说不定哪天就会不小心犯下大错，但是说个对不起，别人也不会因此就相信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对方那副逼人的态势，志源坦诚自己对志贺的情感，知道他订婚后只当是一场甜美地梦。可佑拉就是想不通，明明已经有了7年的恋人，跟夫妻无异，为啥偏偏对上司动心？志源没法子解释自己重生的事，所以犹豫了一下。在佑拉眼里，肯定是看中了志贺继承人的身份。经历过重生的志源心里清楚，佑拉似乎也察觉了点什么。志源正打算走开，佑拉讨厌那些无名之辈，还摆出高傲的姿态，贪婪的不得了，还不肯承认。明明心里明白，却装作一副糊涂样。被佑拉这么一击，重生后的志源也按捺不住了。志源提醒佑拉，别总以为别人的想法跟他一样。志贺虽然是继承人，对佑拉来说很关键，但对我而言他并不重要，因为我的人生即便没有志贺也已经改变了。志源带着一脸帅气走出了酒店，不知道的是，这却激怒了一个可怕的人。那天晚上，志源把感情暂时放到一边，开始回顾和整理重生以来的种种，直到第二天才算是想通了一些事情。命运跟渣男和绿茶的婚事并没关联，那么问题可能出在丈夫身上。就在这个时候，朴科长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联系上了那张名片上的专家，手术日期都排好了。这边厢渣男搞的转租事儿被他妈知道了，那个恶婆婆全都怪我。不过我又不是志源，我马上站出来反驳，明确说房子是婆婆找的，合同也是老公签的，怪我什么啊？再说当初不是说要买房吗？最后弄成租房，我都没怎么计较。婆婆直接气炸了，还翻旧账说我没嫁妆。谁知道我直接说我自己买了股票，还赚了一大笔，然后开始讽刺，说结婚到现在没顺心的事一件，都是在迁就婆婆你。所以坏人自有坏人磨。处理了恶婆婆之后，我对渣男撒谎，说我流产了，他竟然信了。那晚仓鼠妹妹叫志源去喝酒，还说是哥哥让他这么做的，感觉很奇怪。志贺变了，不像以前那样，猜到是哥哥和志源有烦心事，肯定是因为渣男。仓鼠妹妹提了一嘴，说佑拉看着正常，实际上是个大疯子，一个员工动了他的东西，就把人送进医院了。志源不想再谈这个了。这时仓鼠妹妹明说自己不是志贺亲妹妹，拿人格担保志贺不会脚踩两只船。同时佑拉突然想到一个点子，一接电话，脚下油门一顿狂踩，车头直奔对面女人而去。就在紧要关头，霸总驾路虎闪亮登场。婆婆非得让假怀孕的儿媳干活，可那绿茶哪受得了这罪？正埋怨婚姻给女人的苦时，门铃突然响个不停，竟是有人寄来了志贺绅士的照。
还有他和志源约会的实锤，连公司股份文件都有，不看也知道里面都是破事。绿茶秒懂过来，自己真是捡了志源的烂摊子，他自己却投了有钱男的怀抱。可绿茶发了狂还觉得不痛快，等渣男下了班，把这堆破事全摊他面前，真是一家人不得不进一家门。渣男一知道真相也火了，怨自家人没给好生活，又嫌没妇人撑腰，否则早就飞黄腾达了。绿茶想着勒索个一韩币，说是二人的应得之分，半夜就打了个神秘电话。没多久，志源被手机吵醒了，发信息的正是他那亲妈。第二天，母女俩咖啡厅见，妈妈开始解释，那会儿全听父母的，所以夫妻感情本来就淡。再说那时候还小，一冲动就抛家弃子，跟人私奔了。话说回来，女儿还是自家的心头肉，她真心疼志源，都怪自己年纪轻轻就当了妈，立刻说起了这些年来有多想念志源。但志源不懂，为啥她就不能来看看？妈妈把一切都怪到她老公头上，说是她不让她来。妈妈真诚地向志源道歉，可能是因为真诚打动了你们，或者是因为太想念了。志源带他妈去拍了大头贴，还买了自己都不舍得买的贵重首饰，以及换季时的新衣，太兴奋了。妈妈不小心说漏嘴了，但听到妈妈那话，志源反而笑了出来。自己上了好大学，进了大公司，妈妈都没联系过自己。这次妈妈果然还是没让志源失望，索性就说清楚了和志和分手的事。厚颜无耻的妈妈竟然问为什么，志源反问她为啥要离家出走，然后说起一开始还真不确定，现在猜出可能是绿茶联系的他。妈妈就糊涂了，既然知道了，为何还要买这么多东西？原来志源只是想试试，体会一下被宠爱的女儿是啥感觉。现在愿望实现了，母女俩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妈妈突然抓住志源，追问到底有没有钱，或者至少有1亿韩元吧，只要给他钱，以后就不再打扰。志源断然警告说自己1分钱都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妈妈这个词了。既然当初放弃当母亲，那么以后就各走各的路吧，过自己安稳的生活去吧。说完，志源就走出了餐厅。不久，秘书就把这情况告诉了右拉。右拉一边生气这些人的不靠谱，他决定亲自出马处理志源的问题。镜头快切，他出现在了那个渣男面前。志源这时候正为他妈妈的事情感到难过，突然一辆大卡车冲他驶来。就在这关键时刻，志赫开着他的路虎险些擦过那辆卡车，挡在了他们2个人中间。最终还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绿茶闺蜜为了保自己，掏出手机放出了一段录音。录音里是未婚妻跟他爸妈讨论关于没能撞死志源的事。未婚妻右拉挺聪明的，想弄清楚他到底想从自己这得到什么。绿茶怎么也想不通，为啥不直接毁了志源？右拉突然叫别人停手，接着渣男提出离婚，公婆也不接他电话了。他立刻反应过来，这样下去自己就完了。所以绿茶开始威胁右拉，得为自己打算了。这挑衅彻底激怒了右拉，他吩咐秘书，新闻先别爆出来，公婆的死讯，如果绿茶感到了危机，对我们没什么好处。他同时还在盘算怎么一起干掉渣男和绿茶。另一边，渣男因为打人在警局待了一宿，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公司的电话，崔市长告诉他，从今天开始他被炒了，法务部的人已经把辞职信送到家里了。接着银行的贷款经理也打了个电话过来，因为失业了，抵押的贷款也到期了，事情还没结束。渣男一回到家，楼下的放高利贷的人已经等着他了。这帮人警告说，不还钱就会让他身上多几个窟窿，然后还给渣男来了一顿暴揍。这货突然想起他绿茶老婆的股票赚了不少，立马登进了网银，结果发现账户里意外多了8000万韩币。渣男在衣柜里又翻出了一堆现金，看着这些钞票，他猜这可能是绿茶当初雇人下手时留下的。不过这下可以解决眼前的紧急情况了。绿茶那边突然接到志赫的电话，当天午后2人在酒吧见面了。志赫一坐下，绿茶就开始施展他的魅力和手段，想要吸引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机会。绿茶一脸痛苦地说自己现在很不幸福，现在只能住在酒店里，说是当初被爱冲昏了头，背叛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表面上是在抱怨渣男要跟他离婚，实际上是在暗示自己现在是自由身。听到这个，志赫的脸色立刻变了。志赫没搭理他，直言已经知道志源和渣男复合的事情，很明显绿茶对此一无所知。志赫接着请求绿茶告发他俩通奸，说自己会提供必要的证据和资料，还会找最好的律师来辩护。绿茶搞不懂为啥志赫突然会帮他。志赫透露了一点，如果绿茶离了婚，这下拿不到公司的补偿金了。不过绿茶也没那么容易被耍，他急切想弄清楚志赫能得到什么好处。志赫也没隐瞒，他希望志赫能回到自己身边，这样他们就可以联手了。其实这全是志源和志赫的计策。这么一来，绿茶不仅会发现渣男出轨，还能知道公司给员工家属的保险福利。他们正引导他体验志远上一世的人生。与此同时，秘书传来消息，志赫清算了渣男的所有债务，正加大压力逼他，还在到处找寻那对老夫妻。虽然志赫没找到，但硬碰 UK 可没好果吃。又拉警告秘书，志赫的爷爷和他是不一样的。画面一转，他陪老爷子下棋，试图用这招赢得认可，但志赫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带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回家，所以不想前未婚妻出现在家。那个女孩就是志源。又拉气得要命，他决定亲自出马解决问题。志源的房间里，老爷子的态度完全不同于第一次见面。男友交往7年，然后抛弃他能理解，但怎么能让一个已婚男人为他离婚呢？志源并没有迁就绿茶，他掏出手机就给保安打电话，趁着他还没被赶出去的空当。讽刺呢，偷人家男友的人可不是我，绿茶也是这么上位的，怕不是担心别人学你吧？别忘了一件事，渣男那是甩了7年女友的主，你不会不知道吧？他抛弃你也就是分分钟的事。绿茶气得不行，威胁要在公司门口贴大字报，要揭发2人的不正当关系。哪知志源提醒一句，渣男早就被公司开了。绿茶最后被保安扔出了公司，他还没回过神呢。志源故意发了段暧昧短信，直接发到他手机上。绿茶这下子彻底失去了理智，一头扎进了报复的深渊，正中了主角俩早就预谋好的复仇计划。绿茶赶紧给志贺打电话，他答应了合作，声称要把志源毁了，现在就是诱渣男上钩的时候了。同时，志贺冒充公司给渣男寄了份保单，合同上一条条款引起了他的兴趣，配偶一旦死亡能得5亿韩币赔偿。这小子立马找到右拉，一跪地上，他想谈笔交易，自己来处理掉妻子，一了百了，这样就没人能威胁到右拉了。听完渣男的计划，右拉决定先稳住他，还做了点牺牲。另一头，志贺接到了消息，那个渣男已经到了右拉的房间里头，今天就是反击的好时机。于是他给绿茶发了一条短信，骗他说志源和渣男约在某个房间见面，志源装作要去那里，故意让绿茶看到。绿茶跟踪的时候，志源给他来个假动作，藏到了电梯旁边的角落。人生大戏现在正式拉开帷幕，绿茶冲进房间，气势汹汹。他眼前上演的一幕和志源以前一模一样。卧室里有男女对话声传出来，绿茶瞧见那渣男正和一个女的躺在床上。他现在体验着志源当初的人生。绿茶破门而入，威胁说要杀了右拉和他老头子，还说要把录音交给警察，然后揭发渣男劈腿的行径。就在这时，秘书突然出现了，他把制造麻烦的绿茶给打晕了。这儿得注意一下，地上放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渣男正准备带着昏迷的绿茶找地方处理掉他，但右拉却让秘书记住，做完事之后要立刻报告给媒体，把他设计的那一切都抹去。过了一会儿，绿茶终于从昏迷中醒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感到害怕了，求饶说愿意把所有钱都给渣男。让他没想到的是，渣男早就把账户里的钱给转光了，另外粉色包包也被他给卖掉了，号称是为了帮老公渡过难关。渣男已经铁了心要弄死绿茶，这家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下到储藏室，打算割破煤气管，让绿茶的死看起来像自杀。但当他回到房间，发现被捆绑的绿茶不见了。绿茶迫使渣男交出车钥匙，他吓得赶忙就给了。说白了，这俩人加起来心机重重。渣男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粗暴地拉起地上的妻子，然后狠狠地将她摔在旁边的桌子上。不过绿茶可不是省油的灯，志源狠狠地给了渣男一脚，让他痛得要命，在地上打滚。这时候他还不忘讽刺眼前的男人，直言渣男不过是个太监，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怀孕。志源自己也明白他的男人不孕不育。感到被侮辱的渣男又开始跟绿茶扭打起来了，谁知道绿茶抓起水杯狠狠地砸在他头上，然后用尽全力一把推开他，渣男就这么直挺挺地倒地不起，就像志源得了癌症一样，当场没了气息。第二天，志贺接到了崔市长的电话，朴科长离婚的证据突如其来地出现了。听到这消息，他的目光落在了志源身上，也就是说，人生的局面似乎真的发生了逆转。但警方的调查显示，渣男是因头部撞到桌角而死，因为现场留下了明确的证据。这下绿茶成了警察眼中的主犯，但是监控摄像头没开，警察还在四处查呢。那晚绿茶就露面在志和家楼下，原来是渣男。警察手里没证据，只能释放右拉，但老头子心知肚明他是怎样的货色，于是就取消了他的股东权益，还送他去非洲做义工，算是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右拉心有不甘，他猜老头子这么做是因为钟情志源，再加上没证据，他还恐吓老头子最好别惹他。但志贺不会让他如愿，因为一开始就不该惹志源。话还没说完，老两口已经从车里下来了。右拉看到他们挺吃惊的，但这都在志贺的计划里。原来他收买了右拉的秘书，得知有人要对老两口下手，于是和崔市长一起把他们救了。这下人证物证全都有了，右拉只能在牢里待着了。第二天传来好消息，朴科长手术做得挺成功，他和那渣男的离婚也快成了，肯定能离得成。仓鼠妹妹鼓起勇气向N号表白，巧的是N号也对她有意思。另一边，绿茶的闺蜜买了桶助燃剂，晚上有人按响了志源家的门铃，可是门禁系统什么也没捕捉到。志源小心地打开了门，走廊里没人，他正要关门，绿茶趁着志源不省人事的时候，他的公寓里到处都是易燃液体，还特意去查了防火资料，一般火灾都是窗帘惹的祸。科普完之后，绿茶在志源跟前跪下了，没想到志源听了直接笑出声，觉得绿茶没有任何改变，还是那个老样子，
就差点担心他变聪明了怎么办？还是这样才对。绿茶现在这落魄样挺适合他的，但绿茶听不出话里的弦外之音，还在那儿大声说志源才是坏人，明知道渣男不值得，却把他推给自己，好东西一个不剩都给拿走了。绿茶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想着烧死志源后就去自首，声称是无意杀了渣男。只要装作很后悔的样子，大家肯定还是会同情他的，所以他觉得这局自己赢定了。谁知志源冷笑一声，跟绿茶说赢家其实是我。志源说自己为绿茶学了很多，这辈子都受他拖累，所以决定要直面绿茶不逃避。绿茶内心急求你也敢确定吗？但绿茶心里清楚，过失杀人很快就能出狱。他嚣张地说出狱后要毁了志远，可志远提醒他，刚才有人亲口承认了故意杀人，因为客厅监控全都录下来了。原来买助燃剂的时候，小店老板就认出他是通缉犯了。紧接着这消息就传到志贺那儿，崔市长建议加强安保措施，不过被志远拒绝了。于是他就想出了以计还计的办法。志远对绿茶了如指掌。接下来志贺偷偷在公寓角落装了摄像头，还教会他怎么挣脱扎带，连带教了个过肩摔。结果绿茶的闺蜜被警察抓了，绿茶也被现场抓个正着，生活似乎又平静下来。但别忘了，志贺的命运还没结束，最终他还是没逃过车祸的命运。另一方面，佑拉动用超能力争取了1天时间，想要躲过法律的制裁，他得赶紧离开南朝鲜。为此他连秘书都抛弃了，自己开车去机场。第二天一大早，志贺发现胸口的涂鸦不见了。新闻突然播出，佑拉在去机场的路上出了车祸，送到医院后没能救回来。检方对此表示遗憾，但还要继续调查他涉嫌教唆杀人的事实。这意味着贺的人生悲剧转移到了佑拉身上。画面一转，志源和志贺开始了幸福生活。这一天，他提出了个请求，想周末带志贺回初次见面的公园。志源想在那儿开启新篇章，话还没说完，志贺就转身走了。志源一个人留在原地慌了，但不一会儿，志贺手里捧着花束又回来了。因为求婚这事得由男人来做，然后他单膝跪下，然后他掏出了那枚戒指。志源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他还是坚定地点头答应了。按理说这故事应该到此画上句点，可绿茶在狱里就是不思悔改，向每个狱友诉说自己的苦楚，把自己描述成被闺蜜害得可怜巴巴，委屈的让人看了都心疼。结果大家都觉得她太冤了。这一天，绿茶有访客，竟是已经死去的渣男，他当场就像被冻伤的茄子一样软绵绵的瘫倒了。原来渣男想让绿茶帮个小忙，把他去世后的赔偿金转交给志源。绿茶突然惊醒了，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梦，但他已经彻底神经崩溃了，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不久之后，志贺和志源终于举行了婚礼，在所有亲友的祝福中，两人向对方许下了永恒的誓言。故事就这样结束了。